落叶谷山顶，清月躺在地上，胸口插了一把剑。此时他的眼中全是绝望和不解。为什么？清月瑶，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家道中落，是我求娘亲将6岁的你接来清家，让你吃饱穿暖，学习琴棋书画，冠以亲信。我们2个一起长大，情同亲生。你为何要这般害我？因为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嫁给燕哥哥。什么？表姐，你没听错，我喜欢燕哥哥，从小就喜欢了10多年呢。我想过放弃，但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只有让姐姐退出了。清月瑶，你以为你杀了我就能嫁给燕哥哥了吗？你简直是做梦！他会杀了你，一定会杀了你的。表姐，你以为你惨死在这里，燕哥哥他不知道吗？你说什么？我说，是燕哥哥让我处理掉你的。他早就不喜欢你了。不可能，清月瑶，你在撒谎！我不相信楚叶会这般做。我与他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我不信他会这样对我，我不信！哼，清月，你就这样自信，好像什么事都掌控在你的手中似的。你聪慧骄纵，琴棋书画，武功样样在我之上，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我永远都只能是你的小跟班，凭什么？哼！不过清月，这一次你是真的输了。你知道为什么燕哥哥不喜欢你了，厌恶你了吗？因为啊，你肚子里怀的是个孽种，根本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娶你了。1个月前的那一晚，你醉酒中药，你以为是燕哥哥救了你？不是，是我给你下的药，也是我花了2两银子找来的乞丐玷污了你，而燕哥哥那一晚抱住的人是我呀。你怀的是孽种，是最下贱的血脉。不可能，不会，我杀了你，清月瑶，我杀了你！可惜他被青云瑶偷袭，受伤太重了。青云瑶只是一个抬脚，便将他狠踹在地，鲜血鼓鼓，浑身冰冷。清月躺在那里抽搐着。清月瑶，你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你会遭到报应的。我的父母双亲兄长，他们一定会拆穿你，你不会有好下场。利剑刺入心口。青云瑶一脸狠毒，死死地盯着清月。表姐，从今往后，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是清家唯一的女儿，燕哥哥唯一的妻子，而你下地狱去吧。青云瑶声音悠悠，像是魔鬼的气音。他抬起手中的剑，在清月惊恐狠怒的目光中，狠狠地挥下剑，朝他的脸上划去。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在山谷，青云瑶的剑残忍地划破他的脸，直到面目全非。表姐，你不要怪我，你知道的，你死后我不能让人看到你这张脸，所以只能毁了你。表姐，一路走好。清月瑶，你会遭报应的。人在做，天在看，你一定会遭报应的。今晚你想死，本王成全你。耳边一道冰冷的声音炸响，伴随着脖颈上传来的剧痛，清月终于艰难地睁开了眼，入目便是一张英质俊美到极致的脸，此时正双目狠厉地看着他，脖颈被捏住，眼前一阵一阵发黑。他挣扎了几下，却换来更大的力道，像是下一刻就要将他的颈项给捏断。清月有一瞬间的恍惚，一声尖叫，
清月整个人都捂住头，身子也不受控制的颤抖。秦婉，你又在耍什么把戏？阴厉中带着不耐烦的男声再次响起。清月怔怔地抬起眼，是你救了我吗？秦婉，这是本王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再耍花样，也不要妄想用这些邪门歪道得到本王的注意。下一次你若是再敢寻短见，本王便一袭草席将你丢进乱葬岗。扔下这番话，随即便滑动着轮椅出了屋子。清月才终于愣愣回神，秦婉是谁？另一股记忆呼啸着涌入他的脑海。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他死了，惨死在落叶谷的山顶。他的妹妹害死了他，毁了他的容貌，将他踢下万丈悬崖，尸骨无存。是啊，那么高，他怎么可能还活下来呢？所以他是重生了，生死魂缓，从原本的清月变成了如今秦家右相自小被丢进庄子里的女儿，也是当今誉王凤陵的王妃秦婉。想到此，清月当即起身，抬脚就朝着门外走去。王妃娘娘，王爷下了禁令，不允许您出这个屋子。那王爷有没有下令，你一个奴婢看到主子可以不行礼啊？那丫鬟一愣，似是没想到清月竟会回嘴。奴婢见过王妃。你叫什么名字？奴婢翠萍。我知你因为我的身份而轻看与怠慢我，但不管如何，我都是秦家的女儿，亦是誉王明媒正娶的妻子。不管我受宠与否，若我要求处死一个不懂规矩的婢女，想必都是很容易的事。王妃饶命，翠萍她知道错了。就在这时，另一个圆脸的丫鬟忙拉着被吓傻的翠萍跪下，两人伏趴在地，头抵在地上。清月却是直接抬脚就走。另一边，发生在梧桐院的事情便已经传进了誉王凤陵的耳朵之中。看来本王说的话他是半点没放在心上，不过3个月便藏不住狐狸尾巴了。他想死，本王可以成全他。中午你跟上去，看看他去了哪里，将他出府之后的一举一动都回来禀告本王。对了，顺便将那个叫翠萍的丫鬟发卖了。是。这边清月离开了誉王府，直接就朝着清家走去。清月失魂落魄地走在长街上，忽的一阵马匹奔踏之声响起，随着一道男声的响起，停站，这边。一男子驾马而停，从上面翻身下来，那是他的二哥。清月几乎是拔腿就朝着对面跑去。此时的清战刚刚下马，在他抬起脚刚准备跨上台阶时，手臂却忽地被人抓住。他下意识地回眸，嘿，清战，这姑娘谁呀？我哪知道，你这姑娘我认识你吗？清月紧紧地拽着清战的衣服，生怕一松手他就不见了。二哥，我不是你二哥，你认错人了。清战拧眉开口，语带不耐，接着一个用力，直接将清月的手给甩开了，摔倒在了地上。我不是故意的，但我不是你二哥，你认错人了哈。我是二哥。正当此时，一道娇俏的声音忽地在身后响起，那是他呀，跟他一模一样的容貌。他是谁？小妹，你怎么下来了？啊，我见你迟迟未曾上来，便下来看看出了何事。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个姑娘家认错人了，耽搁了一会儿。就是他吗？说话的时候，他眼睛弯起来，眼神落在了地上清月的身上。这人怎么在地上坐着呢？二哥，是你推的？二哥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小心。话音未落，却见他已经抬脚走向了清月。不好意思啊，我二哥他不是故意的，我扶你起来好吗？你是谁家的姑娘啊？我派人将你送回去。你是谁？我是清家的女儿清月，也是幽王妃，我不是坏人。清月的脑袋一瞬间失聪了，像是被人给凌空打了一棒。清月，她是清月，那自己是谁？清月死死地盯着他，一模一样的容貌，便是连眼角处那一点点的泪痣都如出一辙。不对，这个人是青云瑶，他杀了自己，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变成了他的模样。清家大小姐人美心善，不愧是嫡女表率。已经是幽王妃了，与幽王爷成婚3年，伉俪情深。那疯女人怎么回事？幽王妃伸出手半天了。姑娘，你怎么敢？这一场惊变吓坏了所有的人。去死！
清月瑶，你去死！你怎么敢呢？忽的，砰的一脚，凌空对着他的后背狠狠地踹了下去，直接就吐出了一口血。玉儿，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儿？二哥，我没事，我没事，我就是有点吓到了。青云瑶被青战扶着从地上站了起来。这疯女人是不是有病呀？竟然偷袭幽王妃，将她抓来送宗人府。就是啊，幽王妃好心去拉她，她竟然掐幽王妃的脖子，得了疯病啊，就在家好好待着，做什么出来吓唬人呢？打她！说谁派你来的？借着装疯卖傻刺杀我亲家嫡女，今日你不说实话，我青战当街砍了你的头颅，信不信？小妹是他们全家人的宝贝，今儿个好不容易有了时间，才跟小妹约着去那醉仙楼尝新品，竟是被这个不知道哪里出来的疯女人给搅乱了。清月仰头看着青战，这是自己的二哥，他竟用剑抵着他的眉心，要杀了他。他想告诉他，自己就是清月，自己才是他的妹妹啊！可是张开的嘴，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终于，他再也忍不住，痛哭出声。动手伤人的是你，你还有脸哭？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地响起：“秦婉，你在这里干什么？还真是你，你怎么在这里啊？”清月木讷地抬起头看向眼前的人，这个人是秦家的二公子秦朔，也是秦婉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秦婉不是几个月前抬到誉王府去了吗？听说是替嫁，原本誉王爷与秦家嫡女情投意合，但这不是出了那事儿吗？这婚约就落到了秦婉的头上，否则他还在乡下待着呢。周围刺耳的言论、窃窃私语声如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这一刻，他终于清楚地认清了一件事，他不是清月了，他是秦婉，何其可笑啊！你说他是秦婉，誉王妃？正是舍妹，不知道顾兄这是出了何事？就见青战黑着一张脸，接着身边的人上前七嘴八舌地告知了秦朔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就他还杀人？开玩笑吧，他除了哭什么也不会啊。还是说去了誉王府几个月被折磨疯了啊？原来是誉王妃啊，二哥，她可能是受了刺激，刚才应该不是故意掐我的脖子，这件事就算了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这件事回去告诉幽王爷，不能就这么算了。清月他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抬起了脚，转身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却在下一刻听到了一道冷冽之声：伤了本王的王妃，想就这么走了？人群之后，一人携着满身的冰霜，一步一步走了过来。阿影哥哥，阿影哥哥，你怎么来了？有人去通知本王了，上哪儿了？没事儿，一点小伤。你伤的月儿？清月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了楚燕的身上。楚燕已经带着青云瑶走到了他的面前。燕哥哥，算了，她是秦家那个小女儿，也是誉王妃，她好像也不是故意的。六弟的王妃，道歉。燕哥哥，就算是六弟的女人伤了你，也要道歉。若她不是誉王妃，这般伤你焉能活命？道歉？哼，她配吗？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既如此，那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来人，秦家嫡女当街暗害幽王妃，暂关宗人府，听候发落。话音落下，当即便有侍卫上前扣押秦婉，他瞳孔一缩，反手就要与其拼命。本王看看谁敢动他。就见凤翎坐在轮椅之上，身后跟着2名下属。是誉王爷。见过誉王爷。四哥要将皇帝的女人关进宗人府。六弟，你的女人伤了月儿。原来是四皇嫂。本王的王妃性子软弱，胆子极小，便是连个蚂蚁都不敢踩死，如今会对皇嫂下这般的重手。可是皇嫂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惹怒了人。誉王爷，这件事臣的妹妹最是无辜，是誉王妃先认错了人，臣的妹妹只是看她情绪不对，想派人将其送回家，谁知誉王妃会突然发难。秦婉。耳边一道不耐的冷声，惊得清月回过神来，他抬眼见凤翎冷冷地看着他。你刚才说什么？本王问你，四皇嫂做了什么？你要那般对她？幽王妃骂了我，我才没控制住掐了她的脖子。胡说！秦婉，你怎能血口喷人？我认错了人，你将我推倒在地，幽王妃骂我，我掐了她的脖子，
你将我一脚踹倒在地，我受了伤，无论怎么看都是我吃了亏，又何须道歉？你事情缘由原来如此，那只是不需道歉了。至于去什么宗人府，更是无稽之谈。四皇兄，你说呢？六皇帝娶了王妃，一直未大办宴请，皇兄也一直没当面祝福六皇帝。今日得见，倒是大开眼界，恭喜六皇帝了。那皇帝真是谢谢皇兄了。两人言语往来，刀光剑影。还不回府？话落，操控轮椅率先离开。清月一顿，抬起脚跟在他的身后。经过楚燕的身旁时，清月脚步一顿，忽而开口：每日面对清月这张脸，王爷都不会做噩梦吗？他的声音很轻，语速很快，边走边说，话落无声。楚燕却是瞳孔一锁，他听得并不真切，只听到了清月噩梦般的几个词语。燕哥哥，那个秦婉刚才在你身边说了什么？没听清。那个秦婉怎么回事啊？我根本就没有骂他。我知道，日后离他远点。回府。清战也被秦婉搞得没有心情吃饭了。见楚燕带着自己的妹妹回府，他便也打了招呼，回到了清家。门口的人也都纷纷散了。凤玲的轮椅走在前面，清月跟在后面，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秦婉刚进了王府院子，一道危险而又阴冷至极的声音响起。凤玲停下了轮椅，清月抬起头，还未看清楚，只觉一道金光闪过，一道金线猛地射出，直接就缠上了他的脖子。清月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金线缠住了脖子。接着凤玲使劲儿一勒紧，清月顿时眼睛充血，眼前发黑，呼吸都被卡断了。清月死死地扣着金线，任那锋利的金线将他的掌心勒出血来。本王说了，让你老老实实待着，你现在竟还敢去招惹那幽王妃了？为什么去招惹她？你嫉妒她？哼，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你也配嫉妒？人家是卿家大小姐，父亲乃是镇国大将军，兄长为禁军统领，掌上明珠，贵女表率。你呢，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哼！语气中明晃晃的羞辱和嘲讽。他提到亲家的一字一句，都刺激着他疼痛而又麻木的神经。终于，他嗤笑了一声，在凤玲抬眼之际，忽地动手。他扯住那金线，一个用力一拽，整个人就借力使力，忽地凌空而起，竟是一个后空翻冲向了凤玲。别动！秦婉，你放肆！主子，住手！玉王妃，住手！惊声连连，却是谁也不敢上前。秦婉，本王真是小看你了，怎么，你还想谋害了本王不成？凤玲，凤玲一听，这秦婉竟敢直呼他的名字，更是惊怒攻心，抬手就要去掐清月的脖子。清月本是以身体压住他不能动弹，他便闪电出手，直接扣住了他的手腕。便是这一扣，清月整个人一僵，眉头也在瞬间扣紧。秦婉，你找死！凤玲，你身上毒脉沉浮，命不久矣，我能救你。你说什么？语气阴厉无比，一双眸子是蛰伏的野兽，瞬间凌厉和嗜血。可清月已是坚持到了极致，眼睛一闭，整个人靠在了凤玲的身上。凤玲久久未动，还在想着清月方才说的那句话。等看到昏迷过去的清月靠在了他的心口，他眸光沉沉，一脸嫌弃，抬手就将他往地上推去。清月的身体失去了重心，当即就往地上摔去。千钧一发之际，凤玲冰着脸将他一把抓住，免了他脸着地的命运。太脏了，去喊个大夫过来看看。属下连忙退下，于是昏迷的清月就被凤玲拎在了腿上。凤玲操控着轮椅将他送回了院子。凤玲将清月毫不客气地扔在了床榻上，转着轮椅就出了屋子。直到誉王离开了屋子，丫鬟香琴才战战兢兢地端着温水进了屋。她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清月，给她擦洗身体，清洗头发。另一边，大夫已经给清月检查完伤势，正在向凤玲禀告：回王爷，玉王妃她是失血过多，加上惊厥过度，才造成的昏迷，须得好生休养，温药滋补，10天半个月便会痊愈。她什么时候能醒？怕是要到晚上，主要是王妃身子虚得厉害，加上忧思忧虑，老夫给配的药里添了安睡的药。凤玲点头，下去吧。
老大夫谢了恩便退了下去。夜幕星垂，花灯旖旎，清月唰的一下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一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直到耳边一道冷凉邪妄的声音响起：还知道睁眼？本王当你睡死过去了。听到声音，清月偏过头去，只是轻轻地动了一下，浑身都被痛意笼罩。清婉，你哑巴了？清月抬起头看向光影下的凤灵。清婉，你没什么要解释的吗？王爷想让我解释什么呢？你入了裕王府1月余，唯唯诺诺，哭哭啼啼，时时寻死，都是装的。清婉，说话。是啊，都是装的。哼，倒是本王小瞧你了，竟没看出你这般心机。我以为裕王爷是要来跟我好好谈谈病情的。就这么一句话，让凤灵陡然脸色一沉，她瞳孔一缩。裕王爷，我劝你不要再随意动手。你知道的，我的命本就不太值钱，但裕王爷您就不一样了。当年风光霁月的裕王爷，沦落到身中剧毒、双腿残疾的地步，终日阴郁寡欢，悄无声息地死在府邸中。王爷可甘心？凤灵的身躯猛地绷紧，她一双邪妄的眸子阴郁不定地看向了清月。只见后者安静地靠在榻上，他沉静的可怕，面上没有一丝的表情。为什么？王爷是指什么？既是一直伪装，又为何突然间不装了？不想装便不装了。自大婚起，王爷未曾踏入我的屋子半步，任我用尽手段，却也换不来王爷一眼。一朝生死，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便看得明白了，不打算继续伪装了。本王终日玩鹰，竟是被鹰啄了眼，竟没看出来你是这般有心机的。今晚你的目的是什么？良久得不到回答，凤灵似有不耐。就在他怒气即将爆发之际，我知王爷心中有所属，娶我不过是皇命而为，但我半生孤苦，自小没有娘亲，又被父亲扔在乡下，如今被接回来成为你的王妃，非你所愿，也非我所愿。但是圣命难违，2年，我要玉王妃的位置2年。这2年我会帮王爷将体内毒素治好，会做好玉王妃该做的一切。2年后，我会自请和离。哼，今晚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你凭什么以为本王体内的毒只有你能解？玉王妃的位置2年，你配？玉王爷，你不必现在就拒绝我，你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反正我们来日方长。今晚你真是变成什么样子都让本王讨厌。凤灵扔下了这句话，似是一眼都不想看那床榻上的女子，滚动轮椅直接就出了屋子。屋内，清月靠在榻上，好半晌没有动一下。王妃娘娘，您醒着吗？奴婢能进来吗？进来吧。她手上端着托盘，上面放着几样清淡的饭菜，走到了清月的面前。娘娘，您昏睡多时，想必是饿了，所以奴婢就去小厨房做了点简单的膳食。放下吧。湘琴忙地将托盘放在了床头的柜子上。你叫湘琴是吧？坐下吧，我有些事情想问你。奴婢不敢，奴婢站着就行。王妃有什么话请说。今年多大了？奴婢16。入府多久了？奴婢是3个月前被买进王府伺候王妃的。湘琴，你既然被派来伺候本王妃，那么我便希望你拿出你的忠心，我这里不会留不忠之人。扑通一声，王妃娘娘，湘琴对您是绝对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请王妃留下奴婢。起来吧。他只是想敲打一下这个小丫鬟罢了。你先出去吧。湘琴忙行了礼，端着托盘出了屋子。屋内一瞬间空了下来。良久，清月狠狠地抹掉眼泪，她看着此时外面蒙上暗色的天色，闭上眼，告诉了自己报仇。而眼下她一身的伤，困在裕王府这方圆之地，自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她现在已经不是清月，想通了这一点，清月慢慢地躺回床榻上。现在她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养好身上的伤，只养了大半个月，才总算是恢复了过来。湘琴正在院子里给花浇水，听到身后门响，呆呆地看着从门外出来的女子。怎么了？王妃，您真好看。走吧，去后花园走走。这1个月来，凤灵像是将她遗忘了一般，不曾上门一次。而这边中客厅内，
凤玲正在喝茶。景之，我赶到清河镇的时候，无双老人已经离开，我扑了个空，又在那边耽误了3天，依旧没有寻到人。找不到就找不到，马上又要3个月，你身体的毒又该发作，且你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若是再找不到无双老人救你，你还能坚持多久？主子，说王妃她出了门去了后花园。知道了，下去继续盯着。秦家那位小女儿，前2个月我一直在外面，倒是没赶上你娶王妃。谢景环，你也看本王的笑话不是？那倒没有。传闻秦家3小姐秦婉性子懦弱，上不得台面，知你不喜欢这样的女子，当时又为何答应娶她？凤玲抿唇沉默，没接这个话。谢景环叹息了一声：哎，你本与那秦家嫡女情投意合，可你出了事儿，那秦相却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嫡女嫁过来了。可与秦家的婚约还在，你却还为那秦家嫡女着想，履行婚约，娶了这秦三姑娘。说起来，倒是这秦三姑娘最是无辜。无辜？那你是没见过她，她可一点不无辜，野心大着呢。世人可都被她蒙骗了。这个秦婉心思深沉，妒忌心重得很。为何如此说？我之前就想跟你说，这个秦婉全身上下都透着古怪，她不仅会武功，而且懂医术，只探一下脉便知我中毒已深，时日无多。什么意思？凤玲将1个月前那一日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谢景环清俊的脸上闪过了思索。景之，不管那秦家小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不该放弃那一点希望。我不愿意。景之，我知道你内心如何想的，你对那秦家3小姐心存芥蒂，但也怕迎来更大的失望是吧？我们是兄弟，我了解你所想。凤玲的身子一僵，手指微蜷缩，不发一言。无双老人下落不明，你的身体撑不了多久。如果秦3小姐真能救你，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试一试。景之，别抗拒你的病情，想想你身后的人。凤玲良久没有说话。王爷，知道了，那就过去看看。我也想看看这个秦婉在玩什么把戏。谢景环点了点头，也不知道秦小姐做了什么，让凤玲如此的厌恶。两人便顺着青石路往后院走。另一边后花园，清月的手指轻捏着一片叶子，他思考着，轮椅滚动的声音由远而近。清月抬眼望去，唇角轻勾了一下，机会也许来了。凤玲和谢景环一眼便看到了繁花簇拥下的女子。奴婢见过王爷。玉王爷，秦婉，你不好好在自己屋子里待着，跑到这后花园，是故意想引起本王的注意1月不见，王爷倒是愈发的自作多情。王爷过来可是有事？秦婉，谢公子，王妃认识谢某？听过。谢家公子君子如玉，声名在外。哼，你听说过的人不少。看来秦3小姐虽然在乡下长大，不过这消息是半点都不闭塞。玉王爷，过了1个月，时日将近，您考虑的怎么样了？秦姑娘，你懂医术？谢公子是说帮玉王爷看病的事吗？我说过了，只要王爷答应我的条件便可医治。看来王爷是答应了。你要是真能解了本王身上的毒，本王便随了你的意。好，玉王爷将左手伸出来。到了这个时候，凤玲倒也没有再矫情，便将左手递了出去。清月将指尖轻轻地搭在他的脉搏上，微微的闭眼，感受着脉搏跳动的频率。左寸尺脉沉短无力，寸关平脉，主阴；寸脉浮数，尺脉沉细，劳脉有益。劳形时大和弦长，急聚内结寒疝痛，奔豚旋脾气为殃，促脉结脉。玉王爷，你的脉象绵缓无力，被毒素侵袭侵入五脏，心脉经悸，命不久矣。随着清月的声音响起，凤玲的面色越来越冷，便是谢景环的表情也越来越严肃。他们虽然听不懂那些专业的医学词汇，但是面前的女子吐字清晰，面上无一丝表情。此时清秀的面容却莫名的让人信服，直至最后那句命不久矣落下，二人竟双双的惊出了一身冷汗。鸦雀无声，没有人说话。湘琴早在他们进院子的时候便被支了出去。王爷毒发之时都有何症状？毒发之时，全身剧痛无比，像是有无数的虫子在体内翻滚，啃食血肉，药食无效。毒发之时是否会感到口渴？凤玲一愣，瞳孔似轻缩了一下。的确。便是谢景环也猛地抬起头来。
秦姑娘知道这是什么毒吗？本来还不敢确定，但是能将36脉伤成这个样子，加之王爷形容毒发时的感受，基本可以确定王爷中的毒应是7重海棠，乃10大奇毒之一，在江湖毒榜之上位列前3。7重海棠顾名思义，便是7种毒虫，7种毒花炼制而成，虫食花而存活，炼制成毒药。当毒药进入人体内，每次发作都如万虫啃噬，那种感觉痛不欲生。且这种剧毒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它的存活周期很长，每次发作都会让人产生幻觉，生不如死，直至生命耗尽，死尸的身上开满黑色海棠花，因此得名7重海棠。此毒非我不可解。此毒霸道凶险，10大奇毒之一，遍寻名医也不知本店这毒是什么，换什么。而你，秦三小姐，一个自小被扔在乡下长大的小姑娘，从何得来这一身医术，又如何识得这毒？还是说你早就知道本王体内毒的名字？凤灵的语气陡然锋利，一双斜望的眼带着冰封的冷意看向了秦婉。谢景环也抬眼看了过来。我3岁便认了师傅，随他学习医术，至今为止整整14载，我能诊断出你体内的毒素，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秦姑娘，不知可否冒昧询问一句，你的师傅是？我的师傅行踪不定，便是告诉你们，你们也无法查证，甚至寻不到他的踪迹。我想见他一面都很难。哼，秦婉，你编的故事当真是精彩。王爷，以你身上毒性的蔓延，你最多还有半年的命，如今你却还要纠结我的来历。你到底有什么目的？玉王爷，我的目的之前就跟你说过的，玉王妃的位置2年。你想报复秦家？清月久久没有出声，这样的沉默却更像是默认。你要怎么动秦家人，本王不管，但那人你不能动。若让本王知道你对他不利，本王不会放过你。清月知道凤灵口中的那人是秦家的大小姐，也是她的前未婚妻。清月却是轻嗤了一声。王爷这般长情，当初就该娶了那秦家嫡女，可惜了，王爷身中剧毒，双腿有疾，不知王爷是怕连累了那秦大小姐，还是那秦家嫡女得知王爷状况不想再嫁，却让秦婉替了那婚约，毁人一生。秦婉手掌往轮椅之上重重一按，带着他满心的狂怒，嗖，金线凌厉而出，如细蛇一般飞天而起，直逼向清月。禁止住手！谢景环面色大变，立刻阻止，整个人上前要挡在清月的面前。就在他出手的瞬间，却见原本站在凤灵面前的清月整个人飞速后退，一个闪身便避开了凤灵的攻击。同时他手一扬，一枚石子嗖的自指尖弹出，直接撞在了凤灵的金线之上。便是这一撞，金线攻击的方向陡然换了方向，唰的一下搁在了院中的竹柳之上，半截斩断。清月面色冰冷的厉害，与凤灵没有温度的双眼冷冷对上。下一秒，只听一声闷哼，凤灵一阵呛咳，直接一口血便吐了出来。按住他！这时病发了。谢景环知道好友发病的样子，转头就吩咐外面的侍卫：糟了，去找王老来。可下一秒，清月不知何时拿了一个银针包，他直接打开放在了一边，手捻银针，直接上前对着凤灵胸口处的一处穴位扎了上去，手法快准狠。秦姑娘，想起秦婉对景之病的自信，谢景环咬咬牙没有阻拦。秦婉下手飞快，10支针扎在了凤灵的四肢，手下动作不断。这时忽然出现了一道苍老的身影。你胆中血，死穴，你……不等他话落，嗖嗖嗖，3根银针落下。这3枚银针落下之后，只见浑身抽搐挣扎的凤灵竟是渐渐的安静下来。现在没事了，谢公子，你松开王爷吧。凤灵，你感觉怎么样？本不该是毒发之日，却提前毒发，跟你情绪爆炸、心生闷气有很大的关系。眼见的凤灵脸上痛苦的神色渐渐的消失，眉眼耷拉，跟犯了困一样。一旁的谢景环和王老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眼见着凤灵就这样睡了过去。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只是暂时止住了王爷的毒素。谢公子，你帮我备份纸笔，我写个药方，可让小厨房将药熬出来，缓解奇经8脉的。王爷醒来告诉他，我救他一回，
协议已生效，望守信。好，请三姑娘放心，我会对景之治疗的。清月点点头，转身出门。谢景环随即吩咐了下去。清月离开了后花园之后，直接出了府。她忍了1个多月，真的很想爹爹和哥哥。他谁都没带，独自穿过了长街。不过1刻钟，便看到了亲家的府门，他忍不住的红了眼。他希望这个时候爹爹娘亲能够从门内走出来，让他看一眼。他真的好想回家呀！不知道是不是上天怜悯，听到了清月的祈祷，只听吱呀一声，亲家的大门真的打开了。清月瞳孔紧紧一缩，紧盯着亲家的大门。只见一人从门内阔步而出，那人正是他的父亲青雷山，身后跟着他的副将。大概是察觉到了视线，眼见青雷山抬眼朝着对面看来，清月却噌的一下藏到了树后。他不敢现身，他怕自己控制不住，抱住最疼爱他的父亲。可他现在不是清月，是秦婉。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探出头来，对面已经没有了父亲的身影。清月怔怔地落下了眼泪，打湿了脸颊。过了好久，他才抬起脚转身离开，一步一步，每一步都好沉重，心口更是疼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沿着青石板路机械般地走着，不知该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哎，秦婉，是你吧？你在这里干什么？接着一辆马车停在了他的旁边，只见里面跳出一个男子，手中拿着折扇。这人是清月，眨了眨眼，似有印象，好像是秦家的3少爷秦朔。对于秦家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只是瞥了一眼秦朔，便想着抬脚离开。喂，秦婉，你站住！你没看见我吗？让开！哟，秦婉，你这几日不见，脾气又见长了呀。你前些时日还妄图玷污幽王妃，当时要不是我在场，你还有命在。你什么贱命敢跟幽王妃比？如今还让我让开，你疯魔了不成？嘿，只不过没想到你打扮还挺好看的。看着清月那嫩白的脸蛋，秦朔心下痒痒，抬起手就朝着清月的脸摸去。眼见着秦朔的手朝着他的脸摸来，他下意识地偏头避开。秦朔的手擦着他的脖梗划过。哎呦，躲什么？二哥摸一下又不会少一块肉。说着又要抬起手，在秦朔伸手过来的瞬间，他一把扣住，接着一个过肩摔，将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哎呦，老子的腰！哎呦，疼！秦婉，你是不是疯了？你敢对我动手？你一个乡下女，谁给你的胆子？他怒骂一声，就要从地上爬起来。下一刻，就见清月一脚踹出，直接将要起身的秦朔踹翻在了地上，一脚踩在了他的胸口上。咚！你松脚！秦婉，你信不信本少爷弄死你？哎呦！清月脚下用了点狠力，秦朔只觉得自己的胸骨都要被踩碎了。你要弄死谁？清月冷冷地看着脚下的人，出声问。秦婉，你是反了天了，以为嫁进誉王府翅膀硬了？那誉王爷可是当你是个玩意儿，等你被退货回来，你看小爷不整死你？现在松开脚，跪地跟小爷道歉，小爷还能给你一条活路。是吗？那我现在还是誉王妃，今儿个就算是要了你的命，是不是也没事？哎呦，痛！秦婉，你这个，哎呦！秦朔的小厮吓死了，惊呼一声少爷就冲了上来，才刚靠近就被清月一拳给打翻在了地上，鼻血横流。这一幕真是刺激了秦朔。秦婉这女人真的是在誉王府被折磨疯了，搞不好真敢弄死他呢。现在的他除了剧痛，感觉都喘不上气来，要被踩死了。哎呦，我错了，秦婉，二哥错了，你松开脚，二哥真的知道错了，你饶二哥就这一次，饶命妹妹，二哥错了，真知道错了。秦朔不停地求饶，下次看见我绕路走，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清月扔下了这句话，直接收起了脚，一眼都没看那秦朔，这才沿着面前的路离开了。二少爷，您怎么样？
小的扶你起来。脸上还挂着血的小厮忙地跑到秦朔的面前，将他扶了起来。真是岂有此理！这个秦婉是反了天了，竟敢对我动手，还想杀我！他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了啊？真是岂有此理，还敢趁我不注意偷袭我！本少爷今日不出了这口气，就不姓秦！秦朔恶狠狠地说道：你别跟着我，将马车送回府。话音落下，朝着清月离开的方向追去，他要找回面子。这边清月痛揍了秦朔一顿，心情上却并没有好多少，一直往前走，穿过了一条巷子，才发现自己竟是走回了长安街的主道。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他抿了抿唇，准备回裕王府，却忽的眼神一凝，对面街上一个人影一闪而过，进了其中的一家店面，晚翠阁，一家卖胭脂水粉和女装的门店。他还是清月之时，最喜的便是这家店了，因为这家店衣裙种类齐全，且样式新颖。若他没有看错，刚刚进店的分明就是青云瑶，顶着他模样的青云瑶。清月眸光湛冷地盯着晚翠阁，抿着唇，似想到什么一般，他抽出了袖口的纱巾，随后朝着另一个角落走去。那边有一对妇女正在卖梨，清月走上前去，给了对方一块碎银，然后对那个小女孩说：小姑娘，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去对面的晚翠阁找一个穿着粉衣的姐姐，就说有人在长安街永宁街后巷等她，让她一个人过来。还有你跟她说落叶山顶。好。小女孩忙应道，抬脚就朝着晚翠阁跑去。清月则是换了一个地方，隐在了巷子口，紧紧地盯着门口。果真只过了一会儿，就见青云瑶从晚翠阁内出来，抬眼朝着街上打量了一下，跟着她一起出来的还有那个小姑娘和她的丫鬟，抬脚便朝着长安街后巷的方向走去，脚步有些匆匆。这边清月也转身朝着永安街的后巷快步走去。青云瑶此时心里如擂鼓，她快步走向了永安街的后巷，没让任何人跟着。青云瑶提着一颗心，慢慢地走进了巷子。有人吗？风簌簌，无人应声。她抿紧了唇，站定在原地。有没有人？话音刚落，忽觉厉风自身后而起。他下意识地回头，只觉寒光一闪，竟是后背之人偷袭。青云瑶本身一回无功，当即抬手格挡，挡住了门面，唰的一声，匕首掠过，直接割破了他的袖子，划破血肉，霎时鲜血飞溅。青云瑶痛得闷哼了一声，接连退后了2步，倚在墙上，双眼又急又怒。你是谁？他紧紧地盯着面前带着纱巾的女子，呼吸急促。我是谁？哼，一声低笑，接着就飞身而起，手中的匕首对着青云瑶的脖子就刺了上去。青云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人将他喊到后巷，一句话也没说，竟是直接就奔着他的命来的。当即面色一变，抬脚就往另一边跑。清月飞身而起，见他要跑，一脚踹在他的后背，直接踩在他的身上。跑啊，你怎么不跑了？你是谁？你将我骗到这里是想干什么？清月蹲下身，手中的匕首直接横在了青云瑶的脖颈上。他真是恨不得直接用这把匕首划开他的脖子，让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死在这里。但是不能，青云瑶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死了，他势必要亲手拆穿他的真面目。你到底是谁？你知不知道我是当今的幽王妃？你若是杀了我，便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没用。只因清月手中的匕首一压，在他的脖颈上便出现了一道血口。再多说一句，我撕了你的脸皮！清月厉声道。青云瑶一抖，紧紧地咬着牙关，一句话都不敢说了。清月扣着青云瑶，另一只手在他的脸上一顿摸索，不是人皮面具，随后又探向他的脉搏，却见他脉搏诡异，脉动时而快时而慢，且脉象紊乱，明显有些不正常。这脉象似毒脉。你在干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何要跟我说落叶山顶？对于他一遍遍急迫的询问，清月便是一句话都没有回答。眼见着清月一句话不说，青云瑶眼中狠辣一闪而过，不顾横在脖颈处的匕首，忽然抬起右手，朝着清月便偷袭而去。清月左手对着他的脑袋便是重重的一锤，毫不手软。王妃！清月猛地起身，一个凌空翻滚，躲过身后人的利剑，便见2个长相一样的黑衣少年持剑而来。
墨风墨雨，这刺客要刺杀我，你们杀了他！墨风墨雨手持利剑便朝着清月冲了上去。清月心惊不已，连连后退闪躲。墨风墨雨这两个少年是楚燕的人，当初他们不过是逃难来京城的10岁孩童，是他在出行游玩的时候遇到破庙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兄弟二人，从而救了他们。清月挡住了墨风的攻击，但是另一边墨雨的剑对着他的心口就插了上来，利剑自肩胛骨穿透而过，鲜血飞溅，顿时痛得清月一声猛哼。他万万没想到这墨风墨雨竟会赶来护住秦云瑶。此时的两个少年一脸的杀气，面无表情，是要了他的命。他挡不住了，再拖下去他会死。眼中狠色闪过，清月一直握住手中的匕首，猛地朝着秦云瑶的面门射去。王妃小心！墨风面色一变，当即一个闪退，朝着秦云瑶就冲了过去。墨雨，风平89年，城外地藏庙，你忘了那2个烧饼之恩吗？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是语速极快，这话音一落，就见墨雨一愣，有些惊疑的抬眼，而清月要的就是这一愣。他猛地一掌挥向墨雨，趁他抬手格挡的瞬间，整个人飞身而起，跃上了墙头，混入长安街的人流之中就跑掉了。追！给我追！墨雨紧跟其后的追了上去，而青云瑶不顾自身的伤势冲出了院子，墨风紧跟在他的身后护着他，但长街上人来人往，等他们追出来，清月早就没了身影。王妃恕罪，是属下无能，让人跑了。声音压得很低，他这会儿心里有些发乱，不明白刚才那个女刺客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风平89年地藏庙王妃给烧饼的事情，他又是如何会知道？他是谁？跑了！青云瑶紧紧咬着牙齿，恨得眼睛都红了。废物！两个人竟然抓不住一个女人，若不是碍于身份，他早就一个巴掌甩了上去。王妃娘娘，您受伤了，还是赶紧回府去找大夫看一下。您遇刺的事情也须得赶紧让王爷知道。青云瑶抿着唇，眼中晦暗不明，让那人跑了，就像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药，让他的心里很不安稳。他到底是谁？就在此时，秦云瑶的视线盯在了某一处，眉头微拧。那一边正是站在婉翠阁门口的秦朔，他追着秦婉而来，却发现跟丢了人，气得在原地转了好几圈，嘴里骂骂咧咧的。不知怎的，秦云瑶看到那个秦朔，脑海中竟是不自觉地闪过了一个人影。他想起了月前在醉仙楼门口发生的事情，那位秦家的小女儿，如今的玉王妃，不仅疯疯癫癫地将她扑倒，最后更是倒打了一耙。来，把她叫过来。墨风一愣，当即抬腿就朝着秦朔走去。秦三少，王妃有请。秦朔正怒得团团转，听到墨风的话一愣，顺着墨风的指引，就看见了青云瑶站着的方向，当即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了。秦朔见过幽王妃。王妃，您受伤了？一眼就看到了青云瑶的伤，当即惊道。青云瑶此刻心里烦得要命，他脖梗处的伤口以及手臂上的刀伤都让他疼得厉害，要不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线索，他压根就不会理会这个秦朔。不是，不过本王妃看秦三少似有焦灼，可是在找什么人？幽王妃有所不知，在下是在找秦婉，不知幽王妃是否还记得他？就我们秦家那个一直生在乡下，后来入了裕王府的小妹。秦云瑶瞳孔轻缩，面上却温柔道：自是记得的。随后又左右的看看，一副疑惑的样子。这说起来，本王妃还要道她一声六弟妹呢。月前倒是因为这些事儿生了点误会，一直也没有时间说上话，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她还在这里吗？听着青云瑶的话，秦朔心里只是感叹：嗨，王妃理她做什么？这秦婉虽说是裕王妃，但谁不知道人家裕王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而且他不知道犯了什么疯病，刚才看见我不仅不打招呼，更是……秦朔想说，更是将他打了一顿，但觉得有损他的尊严，便顿了一下。更是什么？更是对我口出恶言。我这正找他呢，准备好好跟他讲一讲什么是尊兄之道。哼！戚云瑶眉眼轻闪，呼道：“秦婉，他今日可是穿了前顶衫啊？对，王妃看见他了。”秦朔下意识的回答。便是这一句，让戚云瑶陡然眯了眼，咬了牙。便是墨云墨雨也变了脸色。秦三公子，本王妃这边还有事，就先走了。戚云瑶扔下了这句话，转身就走。墨风墨雨随即跟上。秦朔看着三人快步离开的背影，撇了撇眉。
后知后觉的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但又想不明白是出了何事。秦云瑶带着墨风墨雨直接回了府，他脖子上的伤口和手臂上的伤都需要处理，他遇刺这件事自是瞒不住的，很快便传到了楚燕的耳朵之中。梧桐院府上大夫刚刚将秦云瑶的脖子和手臂给包扎好，楚燕便匆匆地赶回了府。到底怎么回事？你们2个围攻一个女子，只伤了她，却让她逃了。她武功很高吗？王爷恕罪。墨风墨雨齐齐地跪下。王爷，是属下的失误，让那刺客逃了。他当时突然对属下说了一句话，以至于让属下分了神，给了他逃跑的机会。想到当时的情形，墨雨如实禀告。说了什么？楚燕的眼睛微微的一眯。他说，墨雨风平89年，城外地藏庙，你忘了那2个烧饼之恩吗？什么意思？王爷，风平89年，城外地藏庙是属下第一次遇见王妃的地方，也是王妃当时给了属下和弟弟2个烧饼。此等救命之恩，墨雨永不敢忘。所以当时那女刺客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属下愣了一下。那刺客是如何得知属下的姓名，还有曾经的遭遇？这也是墨雨一路上都在疑惑的地方。听到此话，楚燕陡然迷了眼。当真？属下不敢欺瞒王爷。下去领罚，这件事莫要跟旁人提起。话音落下，他沉吟着一张脸进了屋子。此时的青云瑶正靠在榻上，脸色有些苍白。月儿，怎么样？楚燕看着他脸色有些苍白的模样，剑眉拧紧，眼中尽是冷意。阿燕哥哥，那人是奔着我的命来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他。放心，本王都听墨风墨雨说了，伤你之人本王绝不会放过。墨风墨雨没有保护好你，本王也会责罚。阿燕哥哥，墨风墨雨他们已经尽力了，若不是他们赶来救了我，我怕是都没命了。你呀，就不要责罚他们了。阿燕哥哥，你真好。月儿，你可还记得当初在城外地藏庙救了墨风墨雨的事情？这件事你可曾跟身边的人描述过细节？青云瑶心中咯噔了一下，惊慌一闪而过。阿燕哥哥突然问这个做什么？当年是清月救了墨风墨雨，细节只有他知道，他哪里能叙述得过来？阿燕哥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记忆出了问题，我只记得当初救了墨风墨雨，但是具体怎么回事都不记得了，也都忘记跟哪些人提起过这件事了。是阿燕哥哥错了，不该问你。阿燕哥哥，是出了什么事情吗？我怀疑那女刺客有可能是熟悉你的人，或者是跟你做过朋友的人。青云瑶一张俏脸绷得紧紧的，她压住心中的慌乱。阿燕哥哥何以这般说？楚燕便将墨雨的话转述了一遍，却没看见青云瑶瞳孔紧缩，放在颈背下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指甲都陷入了肉里，靠着这点痛意才压住他没有露出了马脚。是清月，一定是清月，他还活着。不是秦婉吗？青云瑶垂下了睫毛，掩住眸中的闪烁，出声问道。楚燕抿唇没有出声，便听青云瑶接着说，阿燕哥哥，我也只是猜测，毕竟我们没有证据，只是听了秦朔所描述与那刺客的服饰相同罢了，很有可能是巧合呢。青云瑶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这世上哪有那般多的巧合？不是说那女刺客受了墨雨一剑，那本王就去探一探。楚燕哥哥，你要去六皇子府，我跟你一起去。你受了伤，便莫要折腾，就在府上休息。不，阿燕哥哥，我就要跟你一起去。我倒是想亲耳听听那秦婉说什么。若他真是刺客，我也想问问他为何要这样做，毕竟我与他无冤无仇。青云瑶一副压着怒气的样子，但没人知道他心里其实恨到了极致，也忐忑到了极致。他是一定要亲眼去看看那刺客到底是不是秦婉，他让人传话的那句落叶山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知道些什么。好，那就一起去，注意伤势，若有不舒服就开口。清月受的伤极重，利剑穿透了肩胛骨，
虽不至于致命，但是痛到了极致，鲜血几乎染红了半边的肩膀。他为了躲墨雨的追踪，一入长安街便窜进了巷子，路上看到有人家晾晒的衣服，便盗取了一件披在身上，遮挡住了血迹，抄着近路，这才回到了裕王府。此时的清月万猜不到秦云瑶那边会怀疑到他的刺客身份，他要早知道秦朔那个棒槌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他当时就不该让他滚，就该直接拧了他的脑袋。清月快步回到了自己的院子，湘琴迎了上来，刚要开口，一眼就看到了自家王妃身上披着一件不合身的锦衫。王妃，你受伤啊？血？别声张，湘琴，你去烧热水，然后派人去将王老请过来，就说我有医术上的问题想请教他，让他带着药箱。快去。是，别让人知道我受伤的事儿。清月用撕下来的里衣料子勒住了伤口，若是此时他这里有银针、金疮药之类的东西，他能给自己治伤的，但他这里什么都没有。他对凤玲那里提出的加盖药房的条件也都还没有盖起来，所以只能去找王老。他看出王老对他的医术的激动，所以湘琴去找他，他一定会过来的。湘琴看到自家王妃的伤口，嘴唇都白了，眼睛瞬间红了，差一点没昏了过去，赶紧转身就往屋子外面跑。却刚打开门，便啊的一声惊叫，深深的将喊到一半的话卡在了喉咙里。王爷！整个人抖如筛糠，双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让开！凤玲双眸一眯，直接就将人推开，操控着轮椅进了屋子。清月想过他受伤这件事瞒不过凤玲，但没想到他会来得这样快。凤玲瞳孔一缩，瞬间就要别过眼。出去！中午去请王老过来，封锁消息，你滚出去！这一声厉喝明显是对湘琴说的，带着压抑的承诺。湘琴忙地退了下去，她记得王妃让她去烧热水。这边清月强撑着拉过锦被，咬牙盖在了身上，遮挡了一下自己只穿了小衣的身体。凤玲操控着轮椅上前，一张脸沉得厉害，看得出来是在极力地压抑着怒气。秦婉，你跟本王解释一下，这伤是怎么回事？清月抿着唇不说话，神色艳艳又烦躁。不说话，哑巴了？你背着本王到底去干什么了？凤玲，你有事吗？没事就出去。哼，秦婉，你以为你不说，本王便查不出来你干了什么？清月抿了抿唇，她自然知道幽王妃的身份这件事定然是瞒不住了。凤玲只要一打听便跟她联系在一起，不过她也没有害怕，因为凤玲不会将这件事说出去，否则她堂堂的裕王妃刺杀幽王妃，她能脱得了关系吗？只是眼下清月懒得跟她说，便拧眉不耐烦地说道：我不知道谁刺杀的我，说不定是你的仇家，我只是想出府去走走就被人刺杀了，要不是我跑得快，命都没了，说不定是被你连累的。凤玲凤眸一眯，本想出口质问，瞬间卡住，是因为被他连累，这也不无可能，但是是谁竟这般迫不及待地动手？见凤玲抿唇垂目，一副陷入思索的模样，清月闭上眼，吐出了一口气，缓解着肩胛骨带来的钝痛感。这时王老背着药箱匆匆而来。王妃，老臣来了。进来。王老一个机灵，哎呀妈呀，是王爷的声音啊！老臣见过王爷。王妃。王老，过来给他看看伤。王老这一抬眼就看明白眼前的情况，室内血腥味极重，王妃靠在榻上，身上盖着锦被，可那脸上却是毫无血色，唇色更是发白发颤，额头上冷汗淋漓。王妃，您哪里受伤？肩胛骨，利剑穿透。每说一句话，呼出的气息都是重的。一旁的凤玲沉着脸没有说话。王老心里一咯噔，肩胛骨剑伤，这是谁伤的？心里惊疑，却是万万不敢询问的。王妃，老臣须得看看您的伤。玉王爷，请你出去。哼，你当本王稀罕看？一声冷斥，凤玲转身就要走，但想到这个女人是因为她的原因被刺客刺伤，动作一顿，
当即转动了轮椅，背对着秦婉说：你是因为本王受伤，本王便听听你的伤势如何，别是残了，日后以这为借口赖着本王不走。清月本想骂人，但实在是失血过多，疼得他都快昏迷了，但没有再坚持让凤玲出去，反正他背过了身，想留就留好了。王老忙得上前，一层一层地将面料解开，终是露出了伤口的真容，血淋淋的伤口看起来无比的瘆人。王老倒抽了一口凉气，这王妃受的伤竟然这般重。王老，先给伤口消毒，血痂一散，必然出血不止，用银针刺肩颈，填宗穴位止血，随后封针上金疮药即可。有劳王老。清月快速交代完毕，整个人都虚脱了，眼前一阵阵发黑，终是昏了过去。王妃，王妃昏过去了。昏了就昏了，赶紧治伤，大呼小叫做什么？是。王老敛了心神，便很快地开始给秦婉治疗。这会儿他脸上没有任何的慌乱之色，往日里他处理这种剑伤都是用麻沸散止痛，撒上金疮药止血或者火灼烧的方法，但是刚刚听闻王妃告知他用银针刺血止血，他没有犹豫，便直接照做。果然那股股冒血的伤口顿时就被止住了，他心中的震动再添了一层，但已不会再失态了。从头到尾屋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清月略微加重的呼吸声。大约1个钟头的时辰，王老终于将伤口清理完毕，缝合了伤口，撒了药，用纱布包裹好。此时清月便也悠悠转醒。王妃，你这伤很深，注意接下半个月不能碰水，须得好生静养，每次都需换药2次，膳食方面也需以清淡为主。这伤定然会留下疤痕，老臣那里有从宫中带出来的血迹膏，等伤好了之后可涂抹，到时疤痕应会消很多。虽然他知道面前的王妃懂医术，这些注意事项他都懂，甚至可能配出更好的去疤药，但他的态度是要摆出来的。多谢王老。他这会儿伤口上了药，缓了疼痛，只是一身黏腻的汗需要擦洗，卸衣卸裤也需要更换下来。那王妃好好休息，老臣就先下去了。王老收拾了一下药箱，给凤玲行了个礼，就退了下去。至于王爷走不走，那不是他该过问的。王爷不走吗？我要擦洗身体了。那你好好休息吧，本王先走了，等晚点你精神了，本王再来询问你遇刺之事。王爷，幽王爷和幽王妃到访，说是有事要见王妃。他们见你做什么？凤玲下意识地转头看向了清月询问，而清月在中午的回禀声响起的时候，心里就是一个咯噔，眼神瞬间锐利无比。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登门，定然是他哪里露出了破绽，他被怀疑了。清月的面色冷肃无比，他不能被发现，否则会有很大的麻烦，他解释不清。凤玲。忽的清月抬起眼喊他的名字，那目光清冷无比，更是透着几分隐忍和搏杀。秦婉，谁给你的胆子直呼本王名讳？你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我们的协议，你要护我保我。凤玲的眼睛一眯，心中沉疑更重。什么意思？清月却闭紧了口，这一次是怎么都不开口了。你是不是知道秦燕跟王妃为何来说你？你到底干什么了？凤玲幽深的目光紧紧地锁着面前这个女人，而此时的清月那嘴巴闭得比棒都还要紧，见她咬死了不开口，凤玲冷声道：哼，你等着，本王先去看看他们来干什么，你最好是没给本王惹事儿。他扔下了这句话，转身就操控着轮椅出了屋子。此时楚燕和青云瑶在前面的会客厅等着，两人见凤玲出现，楚燕放下了手中的茶盏，站起身来。六弟妹呢？青云瑶也轻眯了一下眼。四皇嫂这是怎么了？受伤了？他虽是询问的话，可是口气却显得随意。话音问完，还未等对方回答，就接着说：难怪今天一大早就有乌鸦在墙头吱哇乱叫，却原来是有贵客上门。就是不知四皇兄和皇嫂你们两人来皇帝府上，却要见皇帝的王妃，是为了何事？狭长的眸子几分邪峻，几分冷淡，这话说得明显不好听。这边楚燕听了凤玲的话，情绪半点都没有恼，很是平静，接着说道：六皇帝，月儿今日出街，却遭人刺杀暗算，
险些丢了一条命。有人看见了刺客相貌，说是神似玉王妃，做皇兄的自是不信，毕竟弟妹与月儿无冤无仇，怎会想害她性命？但不巧的是，目击人一口咬定没有看错。作为月儿的夫君，这件事总要查清楚，给月儿以及亲家一个交代。六皇帝认为呢？凤玲的心口一惊，眸色更加幽深。刺杀暗算，秦婉刺杀的清月六皇帝有所不知，今日月儿被刺杀之时，情形极其凶险。若不是我的暗卫及时赶到，月儿必然凶多吉少。所以这件事，皇兄我绝不会轻易算，任何一个线索都绝不会放过。好在我的暗卫也刺伤了那刺客，用剑刺穿了他的肩胛骨。楚燕的声音本就寒凉，说话又不急不缓，却仍是带着3分的肃杀。四皇兄，你的意思是四皇嫂被人刺杀了，有人看见说是秦婉干的？对。哼，那人呢？带过来，本王要亲自问他，是不是眼睛不要了，还是舌头想被割了？秦婉一整个上午都与本王在一起，怎的就成了出府刺杀四皇嫂的刺客呢？四皇兄，你是真的来替你王妃讨公道，还是来找皇帝我的晦气的？楚燕寒眸一眯，刚要说话，一旁一直未曾开口的青云瑶说道：六皇帝这话说的倒是严重了，皇嫂也只是想求个公道罢了，若六弟妹身上没伤，又何惧出来露面呢？听到青云瑶的话，凤玲冷笑了一声，那双凤眸挑起，充满讥讽的意味，接着就听他无比狂妄地说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想让他露面就要露面？凤玲！楚燕的脸色瞬间战冷，唰的一下，他身边的墨风墨雨瞬间就抽出了利剑，而同一时间，中午中六也拔出了刀，双双对峙，一触即发。哼，终于不装和睦了。楚燕，你试试动一下，看今日能否走出这誉王府。俱是出色的男子，一个冷望邪魅，一个清冷寒冽，而一旁的青云瑶更是气白了一张脸。幽王爷，我敢肯定刺杀我的就是秦婉，如果你想证明他的清白，就把他喊出来，如果我冤枉了他，我自会跟他道歉，可如果幽王爷一定要包庇他，这件事我也不会善罢甘休，势必要皇上给个公道。哼，好一个幽王妃，你这是拿父皇来压我，你尽管去告，你看本王怕还是不怕？也最好是让父皇做个见证，但若是你们冤枉了秦婉，本王要你楚燕一只手。好。凤玲瞳孔一缩，青云瑶噌的一下抬起头来，眼中带出了一丝震惊。两人的视线瞬间在空中对上，那是一种无声的较量。凤玲面上镇定，但是内心是何等惊惧。好一个楚燕，她当真是敢，可她哪里又敢真的让秦婉那个死女人出来呀？这之前种种不过是她虚张声势罢了。半晌，他凤眸轻轻的一眯，呵笑了一声。好啊，既然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四皇兄便进宫去禀告父皇，至少要让父皇当个见证人，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断了四皇嫂的手，不是？可那六皇帝便等皇兄的消息。楚燕轻点头，牵着青云瑶起身。中午送客。幽王爷，幽王妃，请。楚燕和青云瑶一起出了誉王府。青云瑶的脸色有些难看，原本还以为今日来到誉王府能够揪出秦婉，可谁知道连人都没有见着，他的心里更是因为有些发慌，脸色便更加的发白。阿燕哥哥，是不是真的弄错了？那刺客根本就不是秦婉，毕竟我们也只是怀疑。如今想想，那刺客身手了得，不仅伤得了我，更是在墨风墨雨围堵之下逃脱。想那秦婉不是只在乡下长大的吗？他能会武功吗？楚燕抿着唇，眼神冷得似冰，凝满寒芒的眸子宛如深渊般深不见底。楚燕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扣着，她总觉得凤玲隐藏了什么事情，而她不允许有事情超出她的掌控。
凤玲说今日那秦婉就不曾出过府，可那秦朔却偏偏又见过秦婉，所以这两人之间必有一人说谎。这秦朔倒是没必要说谎的，所以说谎的人是玉王爷，可是为什么？是呀，本王也想知道为什么。楚燕呢喃了声，眸光幽深，似在思索。本王与凤玲斗了这么多年，岂会不了解他这个人？今日他态度强硬，却也过于反常，倒是有些虚张声势之感，反倒更加深了我的怀疑。月儿，你遇刺这件事，本王会派人通知岳丈大人，本王也会进宫禀明父亲，此事不会这般善良。若能证实刺客是那秦婉，本王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还有凤玲，那可是他的王妃。砰！卧室的大门被一掌推开。王爷，王妃睡下了。滚出去！王爷，您息怒，王妃她受伤，她……凤玲眼睛一眯，暴怒闪过，周身杀意浓重。好一个不知死活的丫头！她刚要出手，便听室内传来了清月的声音：“湘琴，你出去吧。”是。王妃，王爷有什么话可进内室来说。凤玲一张脸跟冰冻3尺似的，整个人的身上都散发着暴怒，一眼就看到了盖着锦被穿着绵软中衣靠在榻上的清月，怒自眼中起，直接伸出手掐住了清月的脖子。清婉，告诉本王，你是不是想死？你想死，本王成全你。被捏住了脖梗，清月的脸上也没有惊恐之色，反而一派平静的样子。怎么没把我交出去？见凤玲没有将自己交出去，便知道是她保住了自己。秦婉，你是仗着那点医术，料准了本王不会将你交出去。秦婉，你第二次招惹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别再说什么嫉妒他这种没用的话。楚燕说你这次想要他的命。凤玲紧紧地盯着秦婉的脸色，企图从他的脸上看出什么，只是他的脸色太过于平静，什么都看不出来。王爷如果要杀我，尽可扭断我的脖子，如果想听我说话，就请放开手。知道他在极力的压抑火气，若不是自己那点医术暂时能够救了他的命，清月相信他定会毫不犹豫地扭断自己的脖子。本王倒要看看你如何狡辩。凤玲冷声道，随即甩开了手。狡辩？我为何要狡辩？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杀他。秦婉，本王还真是没看错你，心狠手辣，心机深重。你看他不顺眼就想杀人，那你看本王不顺眼，是不是也想杀了本王？见清月闭着嘴巴不开口，你想杀清月，却被人伤了肩胛骨，如今留下这般大的破绽，你以为你能逃脱？楚燕和青云、清月知道是我干的了？你说呢？楚燕那个人已经3年没踏进我裕王府，今日既然带着王妃上门，那就是有8、9分的怀疑。今晚你有本事搞刺杀，就要有本事别留下破绽。现在被人捉了个现行，你这是上赶着送人头，找死！听到凤玲的话，清月长睫微颤，没有接话。在凤玲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仔细复盘了整个过程，是哪里出了差错，让秦云瑶怀疑到他的身上？毕竟他当时是遮了脸的。有没有可能是诈你的？我遮了脸。哼，还遮了脸？你怕是没遮住吧？有人见到你。这话一落，清月的脑中顿时闪过了一张酒囊饭袋的脸。是秦朔，我路上遇到他了，发生了一些冲突，我虽遮了脸，但没有换衣服，所以这是一大破绽。但只是服饰相同，并无人见到我的真容，便也无法肯定刺杀者就是我，否则楚燕和他的王妃就不只是上门来质问了，而是直接上禀宫中置我于死地，当然也会牵连王爷你。听到清月的话，凤玲的脸色却是越来越沉。本王在楚燕和清月面前说了，你上午未曾出府，一直跟本王在一起。这谎话被识破了，抱歉，是我的疏忽。这次确实是他大意了。哼，你是自己出去交代，还是本王将你扭送出去？王爷，你身上的毒和你的腿是谁害的？话音一落，就见凤玲周身的气息瞬间阴暗，这种暴虐的杀意凝满了整个屋子。她一双眼沉黑冰冷，似马上就要拧断面前秦婉的脖子。秦婉，本王的事情轮不到你来过问，你自己的事情想好了怎么交代吗？面对凤玲喷薄而出的杀意，清月面无惧色。王爷身份尊贵，母妃盛宠为皇贵妃，皇上更是对你疼爱有加，出生便赐府邸，随母姓，此等恩宠
在大周皇朝几百年的历史中，也算是头一份了。王爷，你说若你身体无恙，腿部残疾，等皇上退位，那至高无上的位置会不会传于……秦婉，话未说完，脖梗再一次被捏紧，凤玲的双眼俱是猩红杀意，她恶狠狠地盯着面前的女人，心中更是惊涛骇浪。这个女人哪里来的胆子妄议朝氏，甚至皇室的密文都被她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这一次她用了狠劲儿，清月呼吸卡住，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王爷，我能想到的，人人都能想到，也正是因为如此，你才遭人暗害，不是吗？清月豁出去了，有些话不挑明白了说，这一关他未必能过得去。我猜你身上的毒和你的腿都跟皇后和楚燕那边脱不开关系吧？清月再一次扔下重量级的话，凤玲的呼吸都粗重了很多。她紧紧地盯着面前的女人，她到底是谁？她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凤玲没有拧断她的脖子，清月便知道自己戳中了要害。王爷，你本就命不久矣，若你死了，你可想过皇贵妃的下场？皇上渐渐年迈，江山易主，谁能护住贵妃娘娘？她最好的下场便是一杯毒酒，一条白绫了结了性命。甚至皇后成为太后，都不会给皇贵妃葬入皇陵的机会。还有你的兄弟，追随你的世家，他们的下场……住嘴！凤玲一声厉喝，一把甩开了清月。她因为大力的惯性，狠狠地砸在了床榻上，伤口跳出的鲜血染红了半边裙衫。秦婉，你到底想干什么？凤玲冰冷地看着他，带着深深的怀疑和杀意。我想助你登上帝位。咚咚咚，凤玲似是听到了胸腔炸裂的声音，她那双狭长的凤眸眯着，戾气横生，却又万分嘲弄。就凭你？哼，秦婉，你凭什么？凭我能救你的命。这是他最大的倚仗，若命都没了，那就是什么都没了。凤玲自然是听懂了面前这个女人的话中话，她阴狠毒辣，会伪装，却又充满了野心。这样的女人让她厌恶透顶，但又唯有她能救得了自己的命。那95之尊之位，她从未放在眼里，也根本不曾想要去争夺什么。直到她双腿残疾，直到她身中剧毒，母妃哭红了一双眼，她身边曾经要好的一些兄弟纷纷重新站队，甚至连未婚妻都离她而去。你要什么？他要知道这个女子的野心，想到她不屑于誉王妃之位，却原来盯上的竟是那皇后之位。凤玲冰冷的凤眸布满了嘲讽。我要楚燕的命，我要她死无葬身之地。语调阴冷，字字恨毒。凤玲完全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答案，她猛地抬起头看向了清月，却见她目无焦距，却恨怒冲天，泪水无意识地滑落了满脸。凤鸣无比震惊，被秦婉这恨怒的盈满杀意的眼神所惊到，这样被仇恨所晕染的泪水灼得她竟有些不敢直视了。这个女人肩胛骨被刺穿都没有哭过，被她捏紧了脖子也没有哭过，而她此时恨意冲天的眼神跟曾经的她何其相像。你跟楚燕，你们曾经认识？清月的睫毛轻颤，那些被埋葬的往事像潮水般的汹涌而出，呜咽哽咽，泪流满面。你别哭了。凤鸣怎么也没想到，她问了这么一句话，秦婉会哭成这个样子。行了，哭什么？你以前在乡下的时候跟楚燕遇见过？凤玲烦躁地问道。我与她是什么关系？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恨，王爷不必知道。王爷只需要知道，我们是站在同一个立场就行了。那冰冷冷的语气，好像刚才崩溃哭泣的不是他本人似的。哼，秦婉，你什么都不肯说，要本王如何信？我会证明我的诚意，这里需要王爷配合。哼，你要本王如何配合？今天下午，父皇一定会选本王带你进宫，你肩胛骨的伤根本瞒不住。不过，本王这里倒是有一个方案。什么？进宫之前，本王安排一场刺杀，到时候众目睽睽之下你受伤，当然受伤的地方就是肩胛骨，这样楚燕那里便也无话可说，证据什么的便也是无稽之谈。这明显的欲盖弥彰，王爷以为大家看不出来吗？看出来又如何？只要没有确切的证据，本王的人谁敢动？这一刻的凤鸣张狂无比，戾气横生。王爷如果愿意相信我，我会给你一个药单，只要王爷能在短时间内将上面的药材收集起来，然后想办法拖延一日，只需一日，这一次我们就不会输。他说的是我们，是将他和凤鸣放在了同一立场。拖延一日，你身上的伤就好了？是。
清月点头，不卑不亢间竟是斩钉截铁。好，本王就信你一次。药材名称：龙须子、莲花丹、青藤树枝、仙鹤草，还有最重要的一种伏骨凝花。好，王爷必须在今天下午就将药材找齐，否则时间上来不及。可他只说了一个字，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瞥了一眼他沾血的衣衫，出口道：本王让王老过来，你休息会儿。多谢王爷。客客气气，冷淡疏离。傍晚，宫中传来了消息，让凤玲带着其王妃秦婉进宫。来传消息的是皇上身边最为信赖的刘公公，却被告知玉王爷腿疾犯了。凤玲躺在床榻上，脸色雪白一片，整个人看起来恹恹的。刘公公，你回去告诉父皇，明日一早本王带着王妃直接进宫。关于幽王妃遇刺一事，既然牵扯到本王的王妃，那么本王便绝不会逃避，是要找出真正的凶手。只是今日本王腿疾犯了，实在是痛得难以起身，还请刘公公如实禀告父皇。王爷，您好好休息，老奴呀一定如实禀告皇上。刘公公表达了关心之后，忙着回宫复命去了。幽王府，砰！秦云瑶将桌子上的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他是万万没想到凤玲竟然能想起来装病这一招，不过这样就更能说明他心里有鬼不是？如果不是有鬼，又何必拖延？晚上兰芷院，凤玲将清月所需要的药材扔到了清月面前。都在这里了，还需要什么？够了。对凤玲确实多了几丝敬佩。他说的这几种药材都是市面上特别难寻的，重金难求。可是凤玲却用了短短一下午的时间，却全部找齐，这是凤玲的本事。你需要的东西，银针、药炉，市面上的药材也弄了差不多一大半。你想干什么，可以去那边院子，需要什么可以直接吩咐。你的手臂受伤，若是不能动弹，可喊来王老帮忙。好，用了完膳，清月直接去了北院。王老又过来了。王妃，这是要提炼什么药膏？这些药材里面可有3种剧毒之物呀？一种能凝合伤口的药，我这里手臂不方便，要麻烦王老了。不麻烦，不麻烦。从王老和清月进了屋子，整整2个时辰都没有出来。夜3更天，北院的蜡烛终于熄灭了。王老浑浑噩噩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整个人都似是受了极大的震动。怎么可能？太神奇了！次日天晴云朗，清月一大早便收拾好了。她穿了一身浅蓝色的束腰罗裙，身姿娉婷，加上脸上画了精致的妆容，更衬托她的容貌艳丽。凤玲一早见到清月，惊讶于她泛着粉红的面色。弄好了？清月点了点头，语气有些恹恹。你别告诉本王，这一夜之间你那伤口愈合了，不复存在了，否则最好还是让本王安排一场刺杀。凤玲正说着，对上了清月清冷的双眼，她一顿，真愈合了，走吧。宫中那边已经来人了，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说是一大早，幽王爷、幽王妃还有清大将军都进了宫，势必要皇上给出一个公道。皇宫进了承乾宫，人当真是不少。儿臣见过父皇、王后娘娘、母妃。清月压着满心的酸涩，随着凤玲行礼跪在了一旁。都起来吧，腿怎么样了？父皇不必担忧，已经熬过去了。锦芝，今日朕让你们夫妇2人过来，想必你也清楚了是什么事情。你4皇嫂出门遇刺，有人亲眼所见是你的王妃所为，这事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父皇，昨日4皇兄已经带人去了儿臣府上，儿臣说了，儿臣的王妃压根就没出过府，何来刺杀一说。六皇帝，秦家2少和他的小厮都说亲眼见过4弟妹，这事儿如何说？清月至始至终没有说话，听到楚燕的声音，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却更是恨上心头。皇兄的心情，皇帝自然是能理解，但也不能疾病乱投医。这怎么就把凶手栽赃到秦婉头上了？他一个乡下长大的，从小连个剑都没拿过，他哪里来的本事刺杀呀？4皇兄，你不能只听那秦朔一面之词，谁不知道那秦家2少就是个酒囊饭袋，天天泡在温柔乡里。他说看见秦婉的时候，你有问他喝酒了没？是不是喝醉了？至于那小厮，自然是向着自己的主子的。父皇，儿臣说过，那刺杀月儿的刺客被儿臣的属下所伤，用剑刺伤了肩胛骨，所以若想证明清白，只要看看肩胛骨是否受伤便明了。楚燕说道。
视线越过了凤玲，落在了秦婉的身上。只见她跪在那里，至始至终都没有抬头。本王的王妃凭什么让你们查验？哼，因为六弟的王妃如今是怀疑对象。哼，怀疑对象，就因为她是怀疑对象，就要让你们查验？那本王3年前在西郊森林坠马，踏断双腿，又被黑衣人用利剑生生断了脚筋，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是四皇兄你干的？六弟，禁止！凤玲的话音一落，场上众人顿时变了脸色。六弟，我们是在说玉儿被刺杀的事情，你不要随便含血喷人。含血喷人？哼，当时本王被挑断脚筋之时，曾用软剑刺那黑衣人的腰腹部。如今本王想来，那刺杀之人的身形和身法都神似四皇兄，如今四皇兄是不是也可脱衣让皇帝检查一下？你莫要胡搅蛮缠，混淆视听。你3年前双腿受伤遭遇刺杀，是本王第一时间救了你，如今你这是要倒打一耙？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贼喊捉贼呢？凤玲，你够了！他眉头紧锁，一张脸沉得厉害，显然是在压着怒火。一旁的凤贵妃美目含泪，用手帕轻轻的拭泪，这明显是想到了自己儿子遭的罪，心疼不已。秦婉，楚皇的视线带着压迫之势落在了秦婉的方向，喊着她的名字。秦婉在。朕问你，幽王妃遭遇刺杀，可是跟你有关？你最好想好了再说。我要说谎，否则你知道后果。回禀皇上，儿臣没有，儿臣与幽王妃无怨无仇，为何要刺杀于他？儿臣也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何幽王妃遇刺，却非要抓着儿臣不放。皇上，妾身看秦婉这丫头是个胆子小的，而且他们之间也没什么瓜葛，也许只是一场误会，怕是幽王妃认错人了。朕也觉得是。楚皇也点头，他的爱妃说什么都是对的。只见一旁的皇后娘娘脸色已经沉得要滴水了。本宫的儿媳为何没有认错别人，却偏偏认了秦婉呢？众人的视线再次又落到了她的身上。凤玲拧眉，刚想出声，只听秦婉说道：也许是因为幽王妃嫉妒儿臣呢。我嫉妒你？秦婉，我嫉妒你什么啊？她差点就没说，我乃卿家的大小姐，要什么有什么，我会嫉妒你一个乡下长大不受宠的庶女。下一刻，只见青云瑶砰的一声跪下：父皇母后，儿臣敢肯定，刺客就是秦婉，只需要查看肩胛骨的伤势，一切就可以真相大白，请父皇和母后为儿臣做主。终于等到了，布了这么久的局，就等到了这一刻。青云瑶终于入了套。月丫头起来，本宫和皇上会给你做这个主。谁敢？下一刻，却听凤玲也冷喝了一声。只见他沉凝着脸色，看起来似乎正在暴怒的边缘。可他越是这样，却让青云瑶和楚燕等人觉得有猫腻。凤贵妃见自己的儿子压抑着沉怒的样子，便也起身，用帕子轻轻地擦拭眼泪，声音柔中带气地开口：皇上，你真的要答应吗？这要是秦婉是被冤枉的，你让锦之日后如何自处啊？面对红着眼圈的凤贵妃，还有冰着一张脸的皇后，皇上的脑子都嗡嗡的疼。皇上，老臣这一生都为大周鞠躬尽瘁，年轻之时亦在外征战，保家卫国。月丫头出生之时，老臣都不在身边，直到这丫头5岁，她也不曾见过爹爹。老臣那年在战场上受了伤，遂回府休养。这丫头看到老臣，却是直接躲到娘亲身后。老臣想去抱抱她，她却是哇的一声哭了。她不认得老臣呐。青雷山的眼眶是红的，铁血性子的人此刻目光是又痛又恨。清月一直没有敢抬头，可听到爹爹的话，他心里如刀割一样。他是死死地咬着舌尖才没有哭出来。皇上，老臣只有一个女儿，3年前她已遭遇劫持刺杀，她的妹妹为了救她而死，她是整整昏睡了3天才醒过来。自此醒来，性子都变了，再不似往日般张扬，性子内敛柔和了很多。可老臣这心里痛了。若凶手不是玉王妃，老臣愿意道歉。青雷山声泪俱下。爹。青云瑶落了泪，一副感动得不得了的样子。
没有人看到垂着泪的秦婉，她的眼眶那么红，牙齿咬得那么紧。他知道爹爹只是被蒙蔽了，只有凤玲扭头看了他一眼，看出了他的异样。他拧了拧眉，什么也没说。卿将军，你快起来，朕自然也是要查清楚真相的。我愿意。清月抬眼看向了楚皇，他不敢去看青雷山，他怕自己控制不住哭出来。儿臣愿意自证清白。清月的声音斩钉截铁，他这一说话倒是弄得众人有些心中诧异了。这要真的是刺客，敢让查验吗？楚燕和青云瑶对视了一眼，俱是一愣。他愿意。秦婉答应得太痛快，倒是让其他人都顿了一下。老臣多谢玉王妃配合。青雷山冲着秦婉的方向拱手，清月不忍看，别过眼去，内心酸涩疼痛。好，那就去偏殿吧，皇后和贵妃都跟着过去亲眼看看。儿臣也去。青云瑶忙得起身，他要亲眼去看一看。事情走到这个地步，那自是要查验到底了。青云瑶咬着牙，与皇后和贵妃一起去了偏殿，秦婉跟在后面，看着秦婉朝着偏殿走去。楚燕拧了宣眉，朝着凤玲的方向看了一眼，却没看出他竟也在看他。四皇兄，之前与我的王妃可是旧识？楚燕眉头一拧，不知道凤玲为何会说出这句话。从未见过，醉仙楼那一次不算。听到楚燕的话，凤玲冷笑了一声，没再开口。她从楚燕的脸上的确没有看出什么异样，但他这位四皇兄一向心思深沉，便是有想法也不会浮于面上。进了偏殿之后，皇后的身份最高，她居高临下地看着秦婉。这里也没有别人，便将肩膀露出来，本宫查验一下吧。话音落，又语气略显松软地看向了青云瑶。月丫头，是左边还是右边？青云瑶抿唇，回母后，是右边的肩膀。凤贵妃一直没有说话，但娇媚无双的脸也带着一丝紧绷。她跟着进来是为了防止这秦婉受欺负的，毕竟那是她的儿媳妇。此时三双眼睛都落在了她的身上。秦婉轻抿唇瓣，却也没有犹豫，终于慢慢地往下退了自己的衣裳，露出了右边的肩膀。肌肤如玉，白皙娇嫩，哪里有伤口？皇后眉头拧了起来，青云瑶倒抽了一口气，没有。月丫头，是不是记错了？是左边胳膊。青云瑶心下已经感觉不好了，她记得墨风的剑就是穿透那个女刺客的右边肩胛骨，不可能是在左边的，而秦婉这边却又直接退下了左边的衣裳，露出了左边的肩膀，依旧是肤如凝脂，无半点伤口。好孩子，不用了，你身上哪里有伤口？是他们弄错了。上前将清月的衣裳给穿了起来。皇后，看起来是你们冤枉婉丫头了，刺客是另有其人呢。既如此，咱们就出去吧，皇上他们还在等着呢。凤贵妃这话说完，也不去看皇后黑沉沉的脸色，直接拉着秦婉的手就出了偏殿。听见了动静，殿内的几个人抬眼看去。皇上，臣妾亲眼所见，哪有什么伤口啊？皇后和月丫头也瞧见了，他们是真的冤枉人了。凤玲凤眸轻轻的一眯，果然这女人的医术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能够让伤口一夜之间愈合，她简直闻所未闻。老四，月丫头，秦将军，这件事应该只是误会，刺客另有其人。既然已经证明是误会了，那月丫头和幽王爷，你们是不是该给这孩子道个歉呢？玉王妃，跟你道歉，对不起，老臣的女儿冤枉你了，请你谅解。清月此时忍受着心中的难受，终是抬起眼，好好的打量自己的父亲。他有些老了，鬓角已生了白丝，不过还是记忆中的模样。这是他的爹爹，他好想冲过去抱抱他，可是不能啊。清月紧紧地咬着舌尖，压下了冲上眼眶的泪意。清将军请起，您也是爱女心切，秦婉怎么会责怪您？多谢玉王妃。而此时一旁的凤玲脸色陡然沉了，这就原谅了？她怎么不知道秦婉是这么个好东西呢？这就是她说的诚意。月丫头，她抿了抿唇，终是上前一步。六弟妹，四嫂在这里给你道歉。
冤枉你了。实在是那刺客与你的身形衣着又相似，我又被打昏了脑袋，昏昏沉沉的，所以看错了。秦婉没有接话，气氛有些微的尴尬。六皇帝，六皇妹，此事是皇兄错了。秦婉依旧没有接话，甚至眼睛都没抬。四皇兄，道个歉就完了？他的语气讽刺至极，透着无边的冷。景之，楚皇喊了一声，凤翎却扬眉看向自己的父皇。父皇莫管了，这是儿臣跟四皇兄之间的事儿。四皇兄，你可还记得昨日你来皇帝府上之时撂下的狠话？语气凉飕飕的，像是苏醒的野兽，恶狠狠地盯着楚燕。自是记得。清月知道他们之间说的是什么，若是他被冤枉的，楚燕要自断一手。接着就见楚燕从身上掏出了一把匕首，唰的一下拔出，刀刃锋利，散发出寒光。景之，你干什么？这个儿子竟是当着他的面就掏出匕首来了，真是无法无天了。这一举动自也是惊吓到了其他的人。玉王爷当真是大胆，竟是当着你父皇的面就抽出匕首，你想干什么？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景之，你干什么？快把匕首收起来。凤贵妃忙捂住心口，她吓死了，这心情有些美妙，这会儿都惊得差点昏过去了。昨日里，四皇兄带人闯入我的府邸，非说皇帝的王妃是刺客，并落下狠话，若冤枉了皇帝的王妃，便自断一手。刚才四皇兄已经应下这事儿，本来皇帝给过四皇兄机会，说了是他们冤枉了人，但他们偏偏不信，非要闹到父皇这里，甚至让卿将军也出面。如今该是四皇兄履行承诺的时候了。凤翎将手中的匕首往楚燕的方向一扔，正好落在了他的脚边。景之，你胡闹！不可！父皇，儿臣没有胡闹，儿臣只是想要一个公道。既然四皇兄答应了，那自然是应该做到。还是因为儿臣的腿废了，便应该任人侮辱。儿臣的王妃被人这般冤枉，逼上了门，进了宫，脱了衣自证清白，最后只得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凤翎这话说的是真扎心呀，扎皇上的心，扎他自己的心。景之，你四皇兄他冤枉了你的王妃，是他不对，但他也是因为担忧自己的夫人，何况他已经道歉，你如今硬要砍他一只手，你知道这不现实，传出去让人如何说你？日后你让你四皇兄如何生活？断一只手怎就不能生活了？我断了2条腿，不还是活得好好的？父皇，儿臣今日就把话撂下，楚燕今日若不断手，儿臣誓不罢休。凤翎，楚燕一直站在那里，眸子里是无动于衷的淡漠。清月早知道他城府之深，明明是他身陷漩涡，却也知道今日皇上在上，他的手不可能断，所以他只需什么话都不说，皇上便能替他挡了凤翎。若他不断，那儿臣便自断，如何？凤翎猩红着眼，隐有疯狂泄露而出。他已经断了2条腿，就是再断一只手又能如何？话落，又从右腿的靴子里抽出了一把匕首，直接在他的手腕上比划着。凤贵妃目眦欲裂。儿子，你放下，你别吓母妃啊！凤翎，你给朕放下！好，你来说，今晚你说幽王爷这只手该不该断？刷刷刷，楚皇的话音落下，所有的视线都落在了他的身上。凤翎也看了过来，那双阴鸷的凤眸落在他的脸上，似在说，该是你拿出诚意的时候了。皇后警告的视线，包括皇上逼视的视线，都落在了秦婉的身上。楚燕，你可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被你背叛害死的清月。秦婉动了，不是清月动了，他往凤翎的那边靠近了少许。玉王爷，匕首给妾身。匕首落在了清月的手里，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到了楚燕的面前。幽王爷，请您伸出手。楚燕瞳孔微缩，倒也没掉了身份，便将手往桌子上一放，随后沁着凉意的声音响起：是本王冤枉了六弟妹，是本王的错。六弟妹想要本王这只手，便就拿去。秦婉，叶哥哥，不要！却在下一刻，只见秦婉手起刀落，那利刃狠狠地刺穿了楚燕的手掌，将他这只手重重地钉在了桌子上。楚燕一声猛哼，瞬间传来的剧痛让他眼前一阵发黑。燕哥哥，燕哥哥，燕儿，放肆！秦婉，你好大的胆子！皇后的一张脸都扭曲了，她怒目瞪着秦婉，起身大步就朝着秦婉走来，抬起手一巴掌就狠狠地甩向了清月的脸，却在巴掌落下的瞬间，
一条金线猛地缠住秦婉的腰，用力一拽，直接就撞在了凤玲的轮椅上，疼得清月闷哼了一声。凤玲很快地松开了清月，眯着眼冷眼地看向皇后。母后这是干什么呢？怎么还动手了？你怎么敢？你怎么敢？皇后这一巴掌抡空，气得面部都要扭曲了，瞪着秦婉的眼神恨不得将其扒皮抽筋。下一刻就见秦婉起身，冲着皇后的方向缓缓跪下。皇上，皇后娘娘，秦婉伤了幽王爷，确实是以下犯上，秦婉愿意受到惩罚。可是如果这一刀秦婉不落，难道真要幽王爷断掉一只手掌吗？秦婉受了冤枉，自证了清白，得了道歉便也算了。可是幽王爷与夫君却是有言在先，如今夫君咽不下这口气，幽王爷若不履行承诺断掉一手，那么我夫君便要自断一手。秦婉自乡下长大，却知道在家从夫出嫁从夫的道理。誉王是秦婉的夫君，秦婉怎能眼睁睁看着他自断一手，或者看着幽王自断一手？皇上让秦婉做决定，那秦婉只能退而求其次，扎了幽王爷的手掌，虽然会痛，但将养些日子必然是会好的，总比断手要强上许多。皇后自是目光冰冷地看着清月，这怎么就是最好的办法了？他儿子怎么能断手？那凤玲要断就断自己的。只是这话此时却是不能说出来，只能生生地将这口恶气给咽下去。凤玲听到了秦婉这番以退为进的话，内心冷嗤了一声：你起来吧，没人怪你。秦婉从地上站起来，微垂着头，眼尾还是泛着红。你满意了？满意？断手一事是四皇兄亲口答应，如今不过扎穿了手掌，儿臣有什么好满意的？你真是……不过儿臣嘛，也不是心狠手辣之人。既然本王的王妃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么此事便到此为止，儿臣也不会再追究了。四皇兄觉得如何？皇兄多谢四弟手下留情，此事到此为止。秦云瑶紧紧咬着牙，用丝帕裹着楚燕手上的伤口，帮他止血。皇上也让候在外面的刘公公去喊御医了。父皇母妃，若是没事的话，我跟婉儿便先告退了。楚皇现在看到他头就疼，当即就挥了挥手，赶紧退下吧。锦芝，婉丫头。刚出了承前殿，身后凤贵妃的声音就响起，只见她迈着优雅的步伐追了出来。锦芝，你跟婉丫头在宫中用了午膳再回去。凤玲瞥了一眼秦婉，她拧眉摇头。母妃，今日就算了，四皇兄手受伤了，你作为贵妃总要拿出态度来，还是陪着父皇身边比较好。等下次吧。你呀，这会儿又懂事了，那之前又何苦那般逼迫他？算了，不说了，今日也实在不是好时机，你们就先回去吧。婉丫头，有时间让锦芝常带你进宫来，今儿个你受委屈了，多谢母妃。走了。凤贵妃眼见着儿子面露不耐，便忙地挥手道别。跟凤贵妃道了别之后，秦婉和凤玲一起上了马车。刚出了镇阳宫门，凤玲便冷笑了一声：哼，秦婉，本王还真是对你刮目相看，竟不知你是个这般会演戏的。彼此，王爷可是看到了我的诚意。诚意？哼，本王焉知道这是不是你跟楚燕做的苦肉计？秦婉，你想让本王相信你，你就不该隐瞒，至少该把故事编完整，告诉本王你是为何要杀楚燕吧。凤玲，你……才开口，就见清月的身躯一晃，竟是直接朝着凤玲的方向倒了下来，那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肩膀处肉眼可见晕染出鲜红的血迹，逐渐扩大，映了凤玲满眼的血色。秦婉，你怎么了？秦婉的眼前阵阵发黑，浑身的力气也在急速的流失。她咬着牙，费力的从袖子里拿出了金疮药。本以为能坚持到回府，还是不行，伤口崩裂了，弄脏了王爷的马车。秦婉说完这句话，当即就昏迷了过去。中午，快回府！听到主子的声音不对，当即面色一肃，驾的一声挥动马匹，朝着宫门而去。快喊王老，速度要快！随即抱着清月，催动轮椅，直接去了他的兰芷院。王爷，王妃昨个半夜炼制的药膏抹上之后，伤口瞬间愈合，便是连一丝痕迹也没有。但这只是表面，实际上皮肉之下伤口还在，且药膏内还有剧毒，反而会加重伤口的腐烂。好在王妃留了解药，说是等她昏迷之后
便给他喂下，正是解毒之用。这会儿王老已经为了王妃解毒之药，也将肩胛骨上的伤口重新缝合，上了药。凤玲垂着头，不知在想着什么。这个女人做的每一件事都出乎她的意料，能让伤口瞬间愈合的药膏，却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怕是再在宫里耽搁一会儿，她就会露馅了。好一个瞒天过海！她怎么还不醒？王妃受伤本来就重，加之失血过多，这会儿昏迷是对身体的一个休养。不过今儿个晚上，王妃可能会生高热。下去吧。他看着床上面色如纸，即便昏迷也紧皱眉头的女人，愈发的有些猜不透他的目的了。王爷，还有事儿？王爷，老臣在宫中30年，也曾外出游历，都不曾听过谁能一夜之间炼制出这等药膏，生此人肉白骨。王妃医术已是出神入化，王爷，您身上的毒或许有解了，还有您的腿。出去吧。凤玲摆了摆手，打断了王老的话。王老看着凤玲的脸色，叹了一口气，终是退了出去。室内烛火燃着，凤玲坐在轮椅上，陷入了沉思。爹。床榻上昏睡的女子呢喃的出声，她离得有些远，没有听清她在说什么，便操控着轮椅走到了床榻边上。她微探下身子，想听听这个女人在说着什么。她清醒时嘴里没一句实话。爹，眼泪顺着紧闭的眼角滑落，一串又一串，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清月梦回年少。本王不是你爹。大概是凤玲的声音刺激了清月。我恨你，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只见他伸出了手，胡乱的挥舞，一把就扣住了凤玲的手臂。他不知梦见了什么，声音里带着受累泣血般的哀鸣，好像他正在经历一场残虐的屠戮。秦婉，醒醒！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凤玲的眉头整个皱了起来，看得出来她是陷入梦魇了，而且她明显是在生高热。秦婉，你给本王醒过来，听到没有？猛地用力抽出了自己的手臂，动作之大，让清月那刚刚包扎好的伤口再次迸裂，出了血。剧痛传来，床榻上的清月唰的一下睁开了眼，眼前一片血红，似有一瞬间分不清梦境和现实。凤玲，你发什么疯？我做噩梦了，现在没事了。你怎么在这里？我的丫鬟呢？你梦见什么了？两人同时出声，话音落下，又是谁都没有开口说话。屋内烛火跳跃，晕染的人脸上明明灭灭，看不清彼此眼底的神色。凤玲见不管问什么，秦婉都是一副不会开口的样子，冷嘲地嗤了一声。哼，伤敌10000，自损8000。王爷先出去吧，我有些累，想先休息。哼，冷笑一声，凤玲沉着一张脸，转身操控着轮椅就出了屋子，一句话也没说。自上次梦魇，清月给凤玲下了逐客令，凤玲便再也没有踏进她的院子，而清月也一直待在屋子里安静的养伤。她跟湘琴之前住在兰芷院，后来搬到了北院，题字清风院，也正是她改成药房的院子。这一晃大半个月便过去了，清月正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听到了轮椅滚动的响声。凤玲一身枣红暗红锦袍出现在清月的视线中。王爷今日怎么得空过来了？10日后长公主寿辰宴递了请帖，你去吗？清月一愣，长公主寿辰宴那是高门大户都会去贺寿的，娘亲应该会去吧？她真的好想娘亲。去。你倒是胆子大，这次长公主宴会府上必然大办，京城里有名头的世家怕是都会到场祝贺，到时候免不了各种节目。你自乡下长大，琴棋书画样样不通，那地方可用不到医术，怕是会被人刁难，到时候会很丢脸。你确定要去？我会不会被人刁难，不是取决于王爷的态度吗？清月抬起眼，视线淡淡的落在了凤玲的脸上。
凤玲似乎只是过来通知一下消息就离开了。夜幕落下，清月用了晚膳之后便出了府院。王妃，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吃多了，出去消消食，无需跟着我。清月出了裕王府，便戴上了毡帽，朝着南街的方向走去。清月一出府，便察觉到身后有人尾随，他知道应该是凤玲手下的人。他眸光微微的一闪，只装作不知，几个拐弯，径直朝着一处小巷的后门走去。我找周老板，就说是来给他小孙子看病的。裕王府书房。主子，王妃出了王府之后，去了东巷街第2胡同的一户人家，属下查过，那家主人是梨园的老板，名叫周和。凤玲脸上的神色明明灭灭，秦晚她去找梨园的老板做甚？退下吧。10日后一大早，清月便早早的起身梳洗打扮，她穿了一件浅紫色的裙子。王妃，你真漂亮。是你手巧。王妃，王爷已在前院等着了。清月便起身朝着外面走。凤玲今日竟也选了一身暗紫色的锦袍，与清月的裙子颜色相配。回去换一身。为什么不是王爷你去换？王爷，有件事你可能一直没搞清楚，我跟你之间可以是合作的关系，你可以选择不跟我合作，但你不能命令我。扔下了这句话，清月也不去看凤玲的脸色，直接就朝着门口的马车走去。今晚你今天想干什么？王爷这话问得好生奇怪，今天自然是去给长公主贺寿了，还能干什么？哼！凤玲一声冷笑，就知她不会说。她沉着脸上了马车，马车哒哒哒的停在了公主府的门口。凤玲从马车上下来，清月紧随其后。哟，小的见过裕王爷、裕王妃。起来吧。清月跟在他的身后准备进府，却就在这时，身后的马车声响起，另一辆马车哒哒哒而来，紧接着在凤玲和秦婉的后面停下。走了。清月目光轻闪，抬脚跟在了凤玲的身后。阿玲。却在这时，身后的秦明月突然出声，清月的眉梢不着痕迹的一挑。阿玲叫的可真亲热，却没想到凤玲竟是真的停住了，只是没有回头。此时秦明月已经走上前来。阿玲，我们可以谈谈吗？谈什么？我派人约了你几次，但你都没有出来，你是不是在躲着我？没有。你要谈什么？你可以先进去吗？我有话要跟阿玲说。秦大小姐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话呀？秦明月一愣，似是不敢相信。你说什么？我说什么？秦大小姐听不明白？你自诩世家贵女表率，却当众喊我夫君名讳，且要单独跟她说话，秦大小姐不知道避嫌吗？清月冷嘲地看着她。秦婉，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秦大小姐，这话应该本王妃问你。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裕王妃，你也配？秦婉，若不是我的退让，你还在那偏远山村待着，如今竟在我面前摆上了裕王妃的架子，你当你是谁啊？此时长公主府门口的小厮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他没想到自己迎个宾客会见到这样的姐妹互撕的场景，心里只恨不得原地消失，生怕这事儿过后自己要被灭口了。秦明月的话音落下，秦婉明显的感觉心口一阵窒息，那种尖锐的痛感瞬间涌出，让他不舒服的皱了眉头。他知道这是原主秦婉的情绪。清月眸光湛冷，刚要反击，就见秦明月红着一双眼看向了凤玲。凤玲，你就容他这般侮辱我？够了，秦婉，你先进去。行啊。秦婉，你疯了！他一把扣住了清月的手腕，手中的力道之大，是要将他的手腕给掰断似的。秦婉，你敢打我？抬手就想反击，却被清月另一只手一个格挡挡住。却也在这时，另一辆马车行驶而来，是礼部侍郎的家眷。臣妇见过裕王爷、裕王妃。礼部侍郎的夫人和女儿一下马车，便瞧见了府邸门口的三人，忙得行礼。起吧。礼部侍郎的家眷看着这一幕，是一刻也不敢停，道了谢就赶紧进了公主府。秦婉，道歉。清月一把就甩开了他的手。道歉？我要跟谁道歉啊？我不是裕王妃。凤玲，我不管秦宁月之前跟你是什么关系，但你别忘了，现在你的裕王妃是我。她一个秦家女见到裕王妃不该行礼吗？她不但无视我，而且出言讽刺。这一巴掌，她秦宁月挨得一点也不冤。至于你，我说过，你没资格命令我。凤玲，你若是想着要替他出头，不想让他受这委屈，大可以跟我签了和离书，否则就让他离我远点，不要在我眼前蹦跶，否则日后我见他一次便打他一次。
秦婉，你敢？哼，我敢不敢，王爷不是看到了？不去看那二人沉怒的脸色，直接抬脚就走上了公主府的台阶。带路。王妃这边请，小的带您过去。娘亲亲呀，这个传说中从乡下来的玉王妃也太凶悍了。丫鬟香琴更是大气也不敢喘，紧紧跟在了自家王妃的身后。凤玲的脸色已经沉到不能看了，都是含泪。阿玲，他怎么敢？你要跟本王谈什么？阿玲，这些日子你还好吗？秦宁月，本王是不是说过，在你决定选择退婚的那一刻，你跟本王之间便再无关系，至于那份亏欠也一笔勾销。秦宁月的脸一下子惨白，清月的一张脸冷着，没有半点笑意的进了公主府。青石板路，花园连廊，一草一木都是他熟悉的。前世他来过公主府多次，3年已过，好多事情都没有变。王妃，你还好吗？没事。穿过了一个小花园，便听到了前面传来阵阵喝彩的声音。清月抬起头，便瞧见了一圈人围在了一起，好像其中一个人正在射箭。清月看过去，一眼便看到了收起弓，一脸春风得意的秦战。领路的小厮忙的心里，这是玉王妃来给长公主殿下贺寿的。话音落，就见众人一愣，原来是玉王妃啊！清战见过玉王妃。什么玉王妃啊？不就是秦家那个养在乡下的？话音一落，周围一片笑声，都是那种看戏的奚落的笑声。说话的正是平阳郡主。虽然心里有些难受，但是清月的面上却是什么都看不出来，只是低下了头，抬脚就要走。你站住！本郡主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郡主要说什么？本郡主问你，你来干什么？自是给公主贺寿，给本郡主的母亲贺寿，你也配吗？长公主府不欢迎你，你赶紧离开吧。话音落下，周围又是几声低笑声，那些人都嘲弄地看着他，包括秦战。这就是平阳郡主身为主人的待客之道。这一声反问让平阳一愣，甚至让其他人也是一愣。我的出身光不光彩不是我本人决定，成为玉王妃也是你六哥亲自选的。不管你看不看得上我，今日我都是以玉王妃的身份过来这儿，代表的便是玉王府。你若知礼，该喊我一声四嫂，而不是让我离开。你可知你打的是谁的脸？哼，好一个玉王妃的身份，还真让你拿上桥了。你是怎么成为这个玉王妃的？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秦婉，你今儿个当自己是玉王妃，明日可就不一定是。清战，你眼真瞎！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骂人？香琴，走了。青儿，他那是什么眼神？他什么意思啊？就凭他也配用那样的眼神看本郡主？平阳气得不行，咬牙切齿。秦婉，你站住！你再动一下试试！郡主，不可！郡主，把弓箭放下。本郡主不放。郡主，今日是长公主寿辰宴，不可闹出人命，你把弓箭放下。他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本郡主？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本郡主的四嫂，他配吗？今日本郡主就告诉他什么是规矩。他说完这话，下巴微抬，当即就拉紧了手中的弓箭。王妃小心！嗖，弓箭擦着清月的脸颊飞了过去，狠狠地定在了身后的一棵柏青树上，嫩白的脸颊添了一道血痕。清月没动，这边平阳一声冷笑，总算是出了心里的这口恶气。王妃，你的脸出血了！却见他抬起了脚，走向那柏青树上，抬起手，一把将那支弓箭给拔了下来。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平阳的面前。平阳，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平阳郡主没有听清他说什么，只听到平阳2个字，当即一把推开了秦战，对着面前的秦婉说：平阳也是你叫的？怎么你还挺不服气的，想打本郡主？打你？我怎么会打你？清月似嘲弄的笑了声。他想到曾经跟平阳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清月伸出了手，一把夺过了平阳手中的弓。秦婉，你想干什么？手中的剑一拉，对准了平阳。秦婉，你还敢对本郡主射箭不成？场面一度僵持而又紧绷。你们在干什么？就在此时，只听一声冷喝声响起，接着一大批人朝着他们走来。为首的女子穿着华贵，气质出众。此时她大步而来，身后跟着不少的人，紧跟在她身后的便是楚燕和秦云瑶。娘，你怎么过来了？哎，我若不过来，还不知道你要闯什么祸呢。话音落，
长公主的一双眼看向了秦婉，上位者的威严带着淡淡的打量。秦婉见过长公主，锦织的王妃啊，起来吧。清月便站起身来。谁能告诉本公主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时候谁都没有开口说话。平阳的眼睛滴溜滴溜地左顾右盼，清战也低着头，身后一众世家子弟更是大气都不敢喘。锦织的王妃，你来说说。此时众人的视线都落在了他的身上。长公主，我们不过是在比试射箭罢了。清战和平阳齐齐地松了一口气，生怕面前的秦婉告状。平阳，我平时就是这样教你的，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目中无人，嚣张跋扈。秦婉是什么身份？她是玉王妃，是你六哥明媒正娶的王妃，岂容你这般欺凌和羞辱？还有你青儿，平阳不懂事也就算了，你呢，竟跟他一样。清将军就是这般教你的。长公主的脸上满是厉色，清战脸色一变，忙地低下头来。娘，你训斥我跟清战哥哥做什么？他不是都说了，我们只是在比试射箭。你今日是过寿辰，发这么大的火做什么？住嘴！我平日里是不是太惯着你了？你也知道今日是娘的寿辰，那你是在做什么？现在还敢狡辩，你是半点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呀。平阳，这是娘亲的府邸，这府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能逃过娘的眼睛吗？平阳被训斥了，他红着眼咬着牙，尤其是被这么多人看着，一张脸更是臊得厉害。他头一热，当即说：是我干的，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这样的身份哪里配得上六皇兄？而且他还欺负亲姐姐，刺伤了四皇兄。他……平阳！不等平阳郡主说完，长公主一声冷喝，这时的声音都大了许多，脸上更是布满了严厉。平阳，他什么身份都轮不到你来智慧，更遑论说他欺负你亲姐姐，刺伤你四皇兄，他们就在这儿，你问问他们，需要你为他们打抱不平吗？平阳红着眼抬起头，看向了青云瑶和楚燕，他憋着嘴，好生委屈的样子。姑母，今日你寿辰，莫要生气了。平阳孩子心性，说话做事有些冲动，倒是也没有恶意。公主，平阳也是好心，他一向跟我关系最好，可能是听到了些什么，所以误会了，这才有了今天的事情，倒也是没有恶意。您今日寿辰，本就该开开心心的，莫要动怒了，这样大家都该怕了。你们两个给玉王妃道个歉。玉王妃，抱歉。见清战都服软了，平阳就是心里再不乐意，也不敢跟自己的娘亲顶嘴了，只能不甘不愿地说：对不起，锦织的王妃，这道歉你可接受？接受。那既然这样，本宫还想问问你，刚才你用弓箭对准了平阳，若不是本宫出现了，你可是要拿弓箭射他？这是算后账了。果然符合长公主的个性，对错分明。六弟妹，平阳孩子心性，就算是他出言惹恼了你，可你作为一个长辈，是万不该用弓箭对准他的。你是想伤了他给自己出气吗？不是。哦，不是。那为何本宫会看见你手持弓箭对准平阳呢？长公主误会了，这弓箭对准的可不是平阳郡主，而是他身后的圆盘。我当时只是想告诉他，弓箭不是这么用的而已。众人顺着他的话下意识地回头，果然见身后的10几米处的树上挂着一个圆盘。哦，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倒是没听说过六弟妹竟然还会射箭呢。他哪里会射箭？他就是想杀我的。娘，虽然我顶撞他是不对，但我罪不至死。要不是恰巧你过来了，这箭保准就朝我刺过来了。青儿，你说刚才他是不是想杀我？若是玉王妃她要杀了郡主，应是不可能，但刚才的确是想伤害郡主的。至于玉王妃说的对准身后的圆盘，应是扯了谎了。青云瑶的一句话加上平阳和清战的附和，面前的秦婉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谁说我不会射箭呢？幽王妃是不是有些瞧不起人了？我出生于乡下就不会射箭了？六弟妹误会了，四皇嫂断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只是从这里距离圆盘的位置着实是太远了一些，便是我也不敢保证能射中7环之内。其实啊，平阳犯错在先，你恼怒在后，便是承认了你的怒气也无所谓呀。长公主又不会追究你的，但毕竟平阳和我亲家的二哥都已经给你道歉了，所以我确实是见不得你说谎的。你若是承认错误，给平阳道个歉，这件事便就过去了，不是吗？你射不中，就代表别人也射不中吗？如果我跟你比一场赢了你，是不是代表幽王妃你对我的恶意曲解？我说了，这弓箭对准的是圆盘，你非要怀疑我不懂射箭，非要逼我承认我手中的弓箭是对准的平阳郡主，你的针对是不是太明显了些？哼，你射箭能赢了亲姐姐，你吹的什么大牛啊？啊！他简直要笑死了，这个秦婉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她亲姐姐的剑术在整个京城都是出了名的。亲姐姐跟她比，输了让她当场给我道歉。六弟妹，你要跟我比？你不敢吗？我有什么不敢的？秦云瑶站了出来，往前走了2步，将弓箭拿过来，在手中掂了一下。我说，六弟妹，是不是我赢了你，你就会跟平阳道歉了？自然。秦云瑶冷笑了声，她抬起手中的弓箭，嗖的一下射了出去，动作算得上是利索。9环，幽王妃射了9环。有些世家子弟慌忙跑上去看了一眼环数，大声喊道：哇，这么远！亲姐姐，你都射到9环，太厉害了，好棒！自从成婚了3年都没怎么拿过弓箭，倒是生疏了。月丫头剑术不减当年，这么远的距离，便是本宫也射不到9环。殿下谬赞了，月儿在您面前班门弄斧了。你这丫头成婚之后倒是稳重了不少，还学会谦虚了。气氛其乐融融，秦婉站在那里倒是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似的。9环啊，京都城内不是都说幽王妃剑术出神入化，出手必中吧？看来传闻过于夸大了。秦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懂不懂？这么远的距离能射中9环的人是多么厉害？你一个乡下来的，竟还敢瞧不起我亲姐姐，谁给你的脸啊？玉王妃，你这话说的只会显得你无知罢了。现在青某也相信不会射箭了，否则不会不知这般远的距离射中9环有多么难。质疑？只是觉得传言不可信罢了。毕竟传言中的卿大小姐挺厉害的，不是？幽王妃，是不是该轮到我了？秦云瑶眉头一皱，脸色湛冷。她此时的心里掠过了一丝怀疑，而秦婉已从她手中将弓箭拿了过来，唰的将弓箭拉开，对准了远处的圆盘。没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唰了一下，羽箭就飞了出去，稳稳地扎在了圆盘之上。哼，射中个圆盘谁做不到啊？方明，你去看看是不是射了个1环。当即就跑到了圆盘的跟前，盯着那稳稳地扎在那里的羽箭，倒吸了一口凉气。10环？怎么可能？平阳郡主最是不幸，她一声质疑，提着裙摆就亲自跑到挂着圆牌的大松柏下，不一会儿黑着一张脸回来了。幽王妃看到了吗？是不是该道歉了？秦婉的声音响起。秦云瑶的脸色越难看，她心里越是觉得舒服。秦云瑶的剑术是她教的，她心中怎么会没数呢？道什么歉？亲姐姐只是为了我好，她又没做错什么。她……秦婉唰的抬眼看她。青儿，你看她。一旁的青儿站在那里，脸色更是沉凝冷肃。平阳，你有没有看到他刚刚射箭时候的右手？什么？平阳眨眨眼，他啥也没有注意到。面对平阳的询问，青战摇了摇头。你看给他嚣张的，射了个10环了不起啊，还让亲姐姐给他道歉，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六弟妹，抱歉啊，确实没想到你的剑术这般厉害，是我小人之心了。清月的内心冷冽一笑，这才只是开始，就是不知道过会儿的寿宴，青云瑶她还笑不笑得出来。锦之，你这王妃倒是跟传闻中的不一样，这一手剑术是出神入化，连本宫都被震惊到了。长公主的声音响起，众人顺着她的声音抬眼，才瞧见
不知何时，凤玲竟然出现在青石路上，身后还站着秦家的大小姐秦明月。雕虫小技罢了。姑母，寿辰安康。你能来给姑母祝寿，姑母心里就高兴。最近怎么样？挺好。这位是秦大小姐吧？长公主的视线随后又落在了秦明月的身上。明月见过长公主，见过幽王爷、幽王妃、郡主殿下。起来吧，走吧，时辰不早了，都去后花园吧。众人也都收敛了心思，朝着后花园的宴会场走去。一入宴会，秦婉的视线便扫视了全场的贵妇，却没有看到娘亲的身影。娘亲她没有来。秦婉垂下了眼，眼中笼上了淡淡的失落。众人落座，长公主抬了抬手，宴会便开始了。亲姐姐，我心里难受，这个秦婉坐在咱们这一桌，我要气炸了。你看看她那个耀武扬威的样子。郡主，咱们这桌不是还有位置，不如去那边将秦家的嫡女给请过来。她跟玉王妃是姐妹，应该会有很多话才是啊。平阳的眼睛顿时一亮，你去把秦明月喊过来，就说本郡主让她过来坐。平阳吩咐身边的贵女，那贵女得了平阳的吩咐，当即就起身朝着秦明月的方向去了。玉王嫂嫂，你跟秦明月不是亲姐妹吗？想必你们应该会有很多话要说，所以啊，我就将她喊过来了，你不介意吧？随便，幽王妃。秦大小姐，请坐。让你过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着你与玉王妃是姐妹，你们两人因是好久未见，也可趁这个机会多说说话。明月多谢幽王妃，我与妹妹确实多年未见，妹妹自小在乡下长大，也就是这几个月才被接了回来，我们之间也没有多了解，倒也没那么多话要说。也确实，想必秦大小姐也没想到玉王妃的剑术这般厉害吧？若没有10几年的基础，可做不到正中靶心呢。秦家在乡下的庄子里，资源竟是那般好吗？秦家的事情一向都是父亲做主，至于妹妹那边的事，我了解的确实不多。妹妹人就在这儿，幽王妃若是有不解的，可以直接询问妹妹。不知六弟妹师承何处啊？自学成才。秦婉，你可别吹牛了，还自学成才，不想说就不说，别人还逼你了不成？不过是射中了个10环，有什么可得意的？是很得意的，那也比郡主厉害。13岁才学会拿弓箭，学了1年才射中靶子。你胡说什么？哦，我就是胡说的呀，不过是开个玩笑。郡主这么激动做什么？秦婉，你是不是有病啊？秦姐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秦婉有些古怪？她说是胡乱猜测的，可是哪能猜得那么准？连我13岁才会拿弓箭都知道，连我1年射不中靶子都知道，这是能胡乱猜得出来的？青云瑶的呼吸重了几分，她有感觉，这绝对不是秦婉猜的。这件事儿可只有你我还有清月瑶知道，她一个在山村里长大的，是怎么知道的？青姐姐，你之前不认识她吧？青云瑶摇了摇头，心头也是一团乱麻。难不成清月瑶认识她？是清月瑶跟她说的？可清月瑶都死了几年了，再说了，他们怎么可能认识？平瑶还在猜测，旁边青云瑶的脸色却是越来越难看了。秦婉，你认识清月瑶吗？清月瑶这个名字倒是好生熟悉，听说是幽王妃的表妹，自小没了娘，又被接进了清家府上养大是吗？哦，对了，好像还为了幽王妃女而死。对，她是我表妹，与我情同手足，我们一同长大。六弟妹，你认识瑶儿吗？四皇嫂可真会说笑，我自小在乡下长大，怎么会认识她呢？六弟妹刚被接回来京城，没有多长时间，倒是听说了不少事啊。是啊，一入大周京城，听闻的最多的便是关于四皇嫂的事迹。因为成婚之前便是亲家嫡女，成婚了又是幽王妃，不知道惹得京城多少人羡慕呢。秦云瑶听出来的，她拧了拧眉。哼，秦婉，你这话听着怎么这么酸啊？家世这东西确实是你羡慕不来的，我亲姐姐的身份自是你高攀不上的。是啊，家世这东西确实是羡慕不来的，是谁的就是谁的，偷也偷不走的。话音一落，坐在平阳边上的青云瑶面色陡然一变，她唰的一下抬起眼，直直地看向了秦婉，心口砰砰地跳，似是要跳出胸腔似的。亲姐姐，你不舒服吗？你的脸色怎么有些难看啊？我没事，可能是果酒喝多了。青云瑶抬起眼看向秦婉，却一下子跟她的眼神对上，就好像她一直在看着她。见她看过来，秦婉冲着她一勾唇，
那笑意冰冷而又嘲讽，竟是生生的让他看出了冷汗。你，青云瑶刚要开口，这时却传来了一阵喝彩声，却原来是刚才的幽灵舞曲完了之后，竟上了民间的杂技人，这一下子喷出了一口火，惹得宴会上的世家子弟惊呼连连。呀，那人吐火了，吓了我一跳呢！哎，你看，他还钻了火圈儿！众贵女小声的惊呼着，赞叹着。再看位于上位的长公主，明显看得很高兴。这节目是我让管家安排上的，就图个气氛乐呵。青姐姐，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咱俩偷偷跑出去玩，正好看到街上有表演杂耍的，那人也是吐火，我当时看的眼睛都直了，当即就赏赐了那人一个金元宝，却不想被坏人给盯上了，结果差点被劫持，还是你一鞭子一个将人给抽得满地打滚呢。平阳这会儿看得感兴趣的，眼睛都亮晶晶的，倒是将找茬秦婉这事儿给扔在了一边。杂技团表演完了，下面是唱戏的，梨园的，我娘亲最喜欢这个了，以前你也很喜欢，咱俩还偷偷换过妆上台子唱过戏呢，结果被青儿那家伙认了出来，去把燕哥哥给喊过来了，咱俩那一次被禁足了1个月，不准见面。嘿，青姐姐你还记得不？有一点印象。秦云瑶有些心不在焉的开口。来了，梨园戏曲，不知道他们准备了什么曲目。六嫂嫂，你可要好好看着曲子，想必你自小在乡下长大，从来没见过唱戏曲的吧？是啊，幽王妃也要好好看，好好听。哼，你说我亲姐姐干什么？我亲姐姐在梨园看戏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山里头刨地玩呢。秦婉眉宇低垂，眸中尽是冷嘲。就是一会儿看他坐不坐得住了。咿咿呀呀，当当当，梨园的戏开场了。戏曲名称《侯门姐妹记》。这戏曲题目有点意思，不知道讲的什么故事。咚，戏曲唱响，首先出场的是2个年岁不大的小姑娘，大约5、6岁的样子。一个穿着绣着锦绣繁华的红衣小姑娘，看起来就很尊贵；另一个则是穿的布衣，略显寒酸。红衣尊贵的小姑娘握住了另一个寒酸的小姑娘的手。妹妹。自此，戏曲开始，故事拉开了序幕。咦，这姐妹2个感情真好，那个红衣小姑娘对那个布衣小姑娘也很好，带她到处去玩。平阳看得很感兴趣，可青云瑶却拧紧了眉头。这戏曲一开始就让她不喜，莫名的让她想到自己的身世。很快，第3个人物出场，那是一个俊俏的少年郎。少年的身份尊贵，是世家子弟，与那红衣的姐姐青梅竹马。姐姐介绍了妹妹给其认识，自此2个少女与少年便事事一起玩。每当红衣少女跟少年出去的时候，身后总会缀着妹妹那个小尾巴。少年清俊无双，只对姐姐宠溺，看得出来，少年对着姐姐的时候眼中尽是包容。但是很多场的布景，妹妹都会偷偷的去看那少年，众人都被带到故事的情境中去了。我觉得妹妹怎么好像喜欢那个少年啊？可明显少年与姐姐是相互喜欢的，这出戏该不会是演的姐妹相争那一男子最后反目的故事吧？这也太俗套了。青云瑶总觉得这些情景似曾相识，她摇头，应该是想多了，这是给长公主贺寿的梨园。继续看吧。2个少女和那个俊俏的少年已经长大，那姐姐依旧喜爱红衣，妹妹这些年也褪去了当初的胆怯模样，如今却也是碧玉佳人，性格温和。而长大的少年却是更加的冷峻疏朗，金贵无双。他与红衣少女相爱了。果然他们才最是般配，我怎么觉得这姐姐有点眼熟呢？这剧情也有点像……平阳拧眉思索，青云瑶眉头皱得似能夹死一只苍蝇，她也感觉到熟悉了。青姐姐，是不是像你啊？像以前的你啊？青云瑶抿着唇没有说话。咦，你是我哥哥喜欢的姑娘？那少女金尊玉贵，一身嚣张，夹着一个高马尾，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站在那红衣少女的面前，扬着眉毛质问。接着众人的视线都下意识地看向了平阳，这不妥妥一个平阳郡主吗？连身份都对上了。很显然平阳也认出来了。我就说这剧情怎么这么熟悉。青姐姐，那红衣少女就是你吧？那个布衣的就是青云瑶，俊朗少年是不是四皇兄？还有我，这个就是本郡主。这个梨园还挺会揣摩人的心思的，知道咱俩关系，
所以才排了这么一出戏，既表演了故事，还讨好了娘亲和我们。平阳整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接下来的剧情，那少女玲玲跟红衣女子总是吵架，彼此看不顺眼，但是吵着吵着，莫名的就成了好朋友，两个人天天腻在一块儿。俊朗男子总是给他们两个收拾烂摊子。是我，这就是咱们的故事。亲姐姐，你看出来没有？本郡主这次呀，要重赏梨园老板。平阳的一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便是坐在首位的长公主，眉目间也都是笑意。青云瑶的脸色却是越看越难看。谁排的这出戏？若她是清月，她自是喜欢看的，可她是青云瑶，是整个故事里的陪衬，你说她能高兴得起来吗？画面一转，那红衣少女终于及笄，到了成婚的年纪。俊朗少年上门提了亲，那个明媚张扬的姑娘看向少年的时候，脸颊会红，眉宇间就是欢喜之意。楚燕看着台上那一幕，她自然看得出来，这戏演的就是月儿和他。哎呀，亲姐姐，你跟四哥哥的感情也太好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真不是有些人能羡慕来的。你看，四哥哥往咱们这边看呢。俊朗男子和红衣姑娘婚事定下了，也许这就是故事最圆满的结局。然而反转猝不及防的发生，红衣少女收到了一封信，是她的好朋友玲玲派人送来的，约她去某个地方见面，说是有惊喜送给她。她去了，然后等来了一柄利剑，忽地从背后穿透了她的心口，是那个妹妹，那个总在角落里偷偷看着姐姐和俊朗少年的妹妹。我的天哪，吓死我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故事的走向竟然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清月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场景啊！他以平阳郡主之名，将清月约到了落叶山顶，在那里要了他的命。这什么情况？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家道中落，是我求娘亲将6岁的你接来亲家，让你吃饱穿暖，学习琴棋书画，冠以清姓。我们两个一起长大，情同亲生，你为何要这般害我？因为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嫁给义哥哥呀。你说什么？表姐，你没听错，我喜欢义哥哥，从小就喜欢了10多年。我也想过放弃，但是真的做不到，所以只有让姐姐退出了。因为我恨你，我想你死，凭什么你能嫁给义哥哥？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嫁给他。姐姐，你成全我们吧，我早已经是他的人了。青云瑶整个人如坠冰窟，这戏曲台词是他那日杀清月之时说的话，竟是一字不差的还原了。戏曲还在继续，后面是什么他不敢想。住口！你们这是演的什么？谁让你们这么演的？你们这是在演的什么？随着青云瑶的怒喝，台子上的青衣也都刷刷的跪地。你们怎么回事啊？这出戏是谁编的？最后那是演的什么东西啊？平阳也生气了，他站起来冲着台上的人呵斥道：长公主，请您为清月做主，云瑶是我最好的妹妹，我们一起长大，她为了救我而死，我心中本就充满愧疚，夜夜不能寐。如今竟有人编出如此离奇可笑的戏曲，他们是什么意思？宣梨园老板来见本宫。月丫头起来吧，本宫将人叫过来，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快梨园的老板就被带了上来。唐明周和见过长公主。本宫问你，你这戏本子怎么回事？何以编出这种故事桥段？你用意何在？曹民不知长公主的意思，是这戏子内容让公主殿下不喜了吗？曹民有罪。你休要装模作样，你台上这出戏里的人都意指的谁？是谁编出这样一个故事？还不如实招来。郡主误会呀！哎呦，郡主真的误会了，这台上这出戏是小人几天前收到的本子，小人觉得本子上的故事比较特别，加之后面的反转比较大，客人肯定比较喜欢看，所以小的才紧赶慢赶的让下面的人排练出来。小的实在是不明白这故事是怎么了，恳请郡主为小的解惑。就算小的要受罚，也想当个明白鬼呀。你这戏里的红衣女子
不是指的亲家姐姐。郡主说的是谁呀？亲家大小姐，幽王妃。郡主实在是冤枉呀，这就是一个故事呀。平阳的心里也闷闷的不舒服，这确实是个故事，只是这故事里的人物跟亲姐姐和她的相识太过于相似。周老板额头上冷汗淋漓，想到了自家家中已经建好的小孙子，他咬咬牙回禀道：回长公主殿下，草民的梨园每日都会收到很多民间投稿，若是有好的故事稿子，手下的人会交到小的这里，由小的再进行最后的审核。至于这故事是谁送上来的，小的实在不知。不过小的可以回去查一查，问一问手下人。长公主殿下，小的实在没想到会冒犯到您。哎呦，殿下若是不喜欢，草民日后便不再拍这出戏了。亲姐姐，有没有可能是清月瑶活着的时候得罪了人，所以那人写了这样的话本内容，纯粹是来恶心人的？幽王妃是不是有些过于小题大做了？不过一出戏而已，您为何要对号入座呢？青云瑶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凉到底，脑海中一个声音不停地在说：是他，一定是他。长公主殿下，依着秦婉看，这件事确实是幽王妃反应过大了。如今大周侯门中这样收养了母族之女的势力也有很多，就比如大学士傅家二姑娘也是自小从母族那边寄养过来的。听闻她的母亲在生她的时候难产，亲姨母怜她自小没了娘亲，便将其接到身边教养。而最近那傅二姑娘不是也跟侯门徐家三少定了亲吗？那徐家三少亦是有个小妹。正巧了，被点了名的傅家姐妹也都在今日的宴会之上。故事背景的设定基本大同小异，不明白为何四皇嫂这般激动啊。长公主殿下，依照秦婉来看，这不过就是一场误会。这梨园老板哪里来的胆子去得罪幽王妃和幽王爷，更何况还是在您的大寿之上。哎呦，公主殿下真的是误会呀！草民拍这出戏真的只是觉得有意思啊！哎呦，谁能想到会让幽王妃在大京都。谁人不知亲家姐妹情深义重，患难与共，妹妹更是为了姐姐牺牲了性命。亲家大小姐与幽王爷那更是青梅竹马，感情如胶似漆，就是给草民天大的胆子，草民也不敢便拍幽王妃幽王爷呀。行了，闭嘴吧，吵得本宫头都疼了。月丫头，这应该是个误会啊，殿下，我只是想起了我妹妹，本宫知道你跟云瑶那孩子关系好，今儿个是让你想起伤心往事了。你下去吧，这戏以后别演了。今儿个破坏了本宫的心情，本宫也不追究你了。草民谢长公主殿下，谢幽王妃。草民这就告退，日后梨园也绝不演这出戏了。这一插曲之后，长公主也没了心情，便道声有些乏了，离开了宴会，让大家继续玩。可此时的青云瑶哪里还有心思，她死死地盯着秦婉。幽王妃这般看我做什么？说起来还不知道刚才那出戏的结局是什么呢，倒是可惜了。秦婉，你能不能闭嘴？郡主，你想不想知道这出戏的结局是什么呀？那姐姐真的死了吗？那个狠毒的妹妹真的跟姐姐的未婚夫在一起了？你说的什么话？那怎么可能？肯定是那姐姐没死，被人救了，之后姐姐拆穿了妹妹的阴谋，那个狠毒的妹妹最后肯定是被扒皮抽筋，死无葬身之地。也不一定啊，说不定姐姐真的死了，妹妹却自此变成了姐姐的模样，取代了她的一切呢。唰，青云瑶猛地睁大眼，目光带着惊天的惶恐。他怎么知道？一种从心底爬出来的心悸和恐惧，让他整个人都控制不住的发抖。他死死地瞪向了秦婉。秦婉，你可闭嘴吧！谁要跟你讨论这个？姐姐，你没事吧？你脸色看起来好难看啊。
我没事。平阳，我只是头有些疼，我想先回去了。头疼，我去喊四哥哥，让他带你回去。幽王妃，你还好吗？六弟妹，可否到那边一叙？好啊。秦宁月拧眉看着这两人，总觉得他们之间的气氛不对。青云瑶停下了脚步。秦婉，你知道些什么？幽王妃，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别装了，你知道我是谁对不对？四皇嫂，你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你不是卿家的大小姐清月，幽王爷的王妃吗？不是，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秦婉，你看见了是不是？3年前你在落叶山顶对不对？3年前落叶山顶。幽王妃，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有没有事啊？你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需不需要我去喊御医过来？哼，秦婉，你别装了，我知道那日刺杀我的就是你，他是不是还没死？是不是还活着？幽王妃，你到底在说什么？那日刺杀之事不是已经证明我的清白了吗？还有谁没死？你到底在说什么？闭嘴！我知道你是故意的，秦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在安排的，你是不是替他来报仇的？是不是？愤怒和猜忌的惊恐充斥了他的脑子，让他无法冷静。加之秦婉这般的态度深深地刺激了他，他抬起手朝着秦婉的脸上抓去，他要撕破秦婉的脸皮，看看她的真面目。眼见着青云瑶心神大乱，双眼赤红地朝着他攻击而来。秦婉嘴角微抿，一把扣住他的胳膊，用力一拽，接着往旁边一躲，藏在袖口多时的发簪直接划过他的手背，接着顺势而闪开，簪子悄无声息地被他藏在了袖口。幽王妃，有病就去治，别在这里发疯。秦婉扔下了这句话，直接起身就走，他的目的达到了，便懒得陪他演下去。青云瑶站在了大树底下，眼中暗恨一片，心中更是惊惧不已。这时不少人朝着这边走来。青姐姐，青姐姐，你怎么跑这里来了？秦婉呢？平阳跑在最前面，身后还有楚燕。青姐姐，你的手怎么流血了？谁伤的你？玉儿，怎么回事？此时轮椅声滚过地面，钟午推着凤玲也走了过来，正好听到楚燕冷声的询问：是不是秦婉？刚才他们说四嫂嫂你跟秦婉过来这边了，他人呢？是不是伤了你之后心里发虚跑了？没事，燕哥哥，我有些不舒服，我们回去吧。好，平阳，玉儿身体不舒服，本王就先带她回去了，你跟姑母说一声。拦住了秦云瑶，我们回去。平阳的心里十分的不痛快，嘟着嘴看向了身后轮椅上的凤玲，他不满地说道：六哥，你做什么娶这么个女人？你看她仗着你的身份真是无法无天了。我亲姐姐那是什么人啊，都被她给欺负了，真是的。而且她是半点规矩都没有，连你都没有等，直接一个人走了。六哥，你赶紧休了她吧。去跟姑母说一声，四哥也走了。话落，抬了抬手，钟午便推着轮椅也直接就离开了，徒留平阳站在原地狠狠的一跺脚。他气哼哼的回到了宴会厅，正巧碰见了回来的青儿。我小妹和王爷呢？走了。亲姐姐脸色特别不好，而且手还受伤了，应该是被那个秦王给欺负了，真是气死人了。青儿，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个秦王实在是太讨人厌了，之前就下了青姐姐的面子，如今更是伤了青姐姐，咱们是不是该想个法子治治他？要不他还真当自己是个玩意儿了。哼，跳梁小丑罢了，这事儿你不用管，有我呢。有什么需要的你就喊我。青姐姐3年前受到大刺激，而后嫁给燕哥哥，性子柔了不少，被秦婉这般欺负都没做声。青姐姐能咽得下这口气，我可不行。哼！青战又和平阳说了几句话，这才抬脚离开，直奔雍王府。另一边，清月回到了裕王府，直接就去了药房。上一次他用匕首伤了青云瑶，却被墨风墨雨攻击，那匕首留在了现场，所以没能取得青云瑶的血。清月将用手帕包裹的簪子小心地放在桌上，而后开始拧水分解，又吩咐下人送来了几只小白鼠。他医术虽然高超，却也不能仅凭着一点血液就能知道青云瑶是怎么回事。秦婉回来了吗？回王爷，王妃回府之后便直接进了药房，一直都没有出来过。
哼！凤玲意味不明的冷笑了一声，直接操控着轮椅进了秦婉的院子。秦婉，出来！清月此时正在测验血样，他带回来的青云瑶的血液样本本来就不多，且他迫切地想要知道青云瑶到底是怎么回事。王爷，你进来吧，我这边还有药事要忙。清月起身将药房的门打开，说完这话便转身继续去做实验了。凤玲的脸色沉了沉，终究是没走，操控着轮椅进了药房。你在干什么？验毒。验什么毒？王爷来找我什么事？今晚寿宴上的那出戏是你安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没什么，只是想着恶心恶心楚燕和清月罢了。你还是不准备告知本王，你跟楚燕和清月之间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清月拧了拧眉，放下手中的事物，转头看向凤玲。凤玲，你为什么总想知道我跟楚燕和清月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只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就行了？为何你非要刨根问底？今日梨园那场大戏是你一手导演，秦婉，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凤玲的眼神如利剑一般直直地射向面前的秦婉，清月抿紧了唇瓣，陷入了沉思。秦婉，若你一直藏着掖着，什么都不肯告知，只用医术来捆绑要挟本王，那么本王不会吃你这一套。还有，你大概太不了解本王，本王平生最厌恶别人威胁。秦婉，本王给你1天时间，好生想想是否要坦诚相待。若你依旧什么都不肯跟本王说，那么不用等2年，本王现在就给你一份和离书。凤玲沉着脸落下了这番话，转身便出了药房。清月拧了拧眉，他早就知道凤玲不是个肯受威胁的人，但想着她总归是惜命的，自己跟她的合作应该会达成，看来还是不行，现在就给她和离书。哼，这个凤玲不过是看她如今四面都是敌人，她是料定了自己离不开这个玉王妃的身份，所以才落下这番的狠话。吱吱，笼子里的小老鼠传来了吱吱的叫声，拉回了清月的思绪。她甩了甩头，静下心思，专心地开始试毒。幽王府屋内光影明灭，青云瑶的半边脸隐在暗影中，她眼中一片阴冷。她起身穿上了外袍，等王爷回来就跟王爷说，我回了亲家一趟，傍晚时分应该会回来，让王爷莫要担心。丫鬟本来是要跟着，却被青云瑶直接的拒绝，也不准暗处的墨风墨雨跟着，自己一个人就出了府。青云瑶出了府之后，便直奔京城郊北的红谷山坳，在山坳的中央处，2座茅屋隐藏在其中。青云瑶轻一脚重一脚的来到了茅屋门前，砰砰砰的敲响了门。谁？师父，是我，瑶儿。进来。门吱呀一声响起，青云瑶推门而入。把门带上，别让阳光照进来了，我这些小宝贝儿见不得光。青云瑶忙得回身将门给关上，却见屋内一片昏暗，只有2个烛台散发出一点微弱的光，里面放了好多的密封坛子，靠着墙角摆放了一排。屋内一个老头正蹲在墙角，不知道在摆弄着什么东西。今天怎么过来了？不是说没事儿不要过来吗？师父，瑶儿知道你不喜被人打扰，但是真的出大事了，瑶儿也是没有办法才会来打扰您。什么事儿？师父，3年前的事情被人知道了，清月她可能没死。你说亲家那小丫头没死，到底怎么回事？你详细说说。于是青云瑶毫不隐瞒，将长公主寿宴中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说了一遍。师父，不知道3年前清月死的时候，是有人躲在暗中看见了，还是那清月命大的竟也没死，被人给救了。但是总之她回来报仇了。师父，一旦我是青云瑶，杀了清月又替代她这件事传出去，我就完了。师父，你一定要帮我。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长进，慌什么？亲家那丫头不管生也好死也罢，她为何等了3年之久才出现？那定然是她不能示于人前。更何况她就算是出现了，那又如何？现在亲家大小姐是你，幽王妃是你，只要她敢出现，那么你就有10000种方法弄死她。姚丫头，你只需记得一件事，你是清月，是当今幽王妃，你这张脸代表的就是你的身份。
听到怪老头这般说，青云瑶恐慌的一下午的心脏总算是缓和了下来。可是师父，我也不敢肯定是清月没死，还是3年前我杀他的时候被人给看见了。若只是被人瞧见，那还好说，杀了那人便是了。总归是他说什么也没人相信。可若是清月还活着，师父你知道他的医术很厉害，师父是无双老人。哼，那又怎么样？无双那个老东西不还是死在了老夫的手里？他的徒弟不也被你一箭穿心，刺穿了胸口？只要他敢出现，老夫照样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老夫知道你担心什么，是不是担心若是亲家那丫头还活着，会破了你脸上的幻貌？青云瑶眼睛闪了闪，这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一旦他没了清月的容貌，这才是真的万劫不复了。不会的，你且放心回去，老夫的蛊岂是那么容易破的？无双那老东西活着的时候瞧不上老夫，手上的好东西全给了那个不知名的亲家丫头，倒是不知那丫头能学他几分本事。哼！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桌上的匕首，对着胳膊一划，鲜血汩汩地冒出，滴进了其中的一个坛子里。青云瑶看着这一幕，心下不适地别过了眼。那师父，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你需要得查出亲家那丫头3年前坠崖到底是尸骨无存，还是被人救了。按照你的怀疑，你近期出事都是跟一个叫秦婉的有关。是，师父，我怀疑就是他，他定然跟清月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知道3年前落叶山顶的事情真相。他是什么人？他是秦家一个自小被放养的孩子，如今也是誉王妃，之前从未听人说过他，也就是今年誉王退了秦家长女的婚事，娶了她。传言那女人性格懦弱，胆小怕事，但是几次接触下来，她与传闻中大相径庭，且她对瑶儿抱有极大的敌意。师父，所以我才怀疑她。秦家小女儿誉王妃，那就去试探一下，看看她到底知道些什么，又是个何种身份。师父，怎样试探？杀他个亲人就行了，他坐不住的。青云瑶的瞳孔轻轻的一缩，吞咽了口口水。就拿亲家那个老二开刀好了。从旁边的桌子上拿出了一个黑瓷瓶，往青云瑶的方向一扔道：溶于水，喂他喝下去，便是个生不如死。若是那清月得知他的二哥出事，总会出现。啊，师父英明。师父，二哥侵占他不会死吧？毕竟他还挺护着我的。不想他死，就少放一点儿。施压，木门再一次被打开，青云瑶从里面走了出来。他进去的时候一脸的惊慌着急，出来的时候脸上已是一片平静，再也找不到惊慌的影子。是啊，他有什么好怕的？就算是清月3年前侥幸没死，那又如何？只要他敢照面，他就能弄死他。师父就是他最大的底气。幽王府，清月一直在提炼着血液，整整1个下午都没有出去药房。那宣纸上记了长长的一串药名：青燕草、黑天麻、雪骨参，每一样都是顶级的珍贵之物。清月不可谓不震惊，他完全没有想到会从青云瑶的血液中测出这么多千金难寻的珍贵药材。便是他还是亲家嫡女的时候，资源甚广，却也难寻这些草药参果。那么青云瑶是从哪里得来的？他的面前已经死了3只小白鼠，这都是小白鼠承受不住血液中的毒素而身亡。
清月仔仔细细地看着宣纸上的内容，所有的药材名字并列在一起，无比的眼熟。一个药名骤然跃入了脑海，焕颜丹。但是焕颜丹却也只是让人的容貌变美，可是却无法让人变化成另外的容貌啊！而且青云瑶的身体内沉积了毒素，所以一定是有人在焕颜丹的基础上动了手脚。当年师父给了他一本神幻医典，一本神幻毒典，之后便放在了闺阁暗门的箱子里。清月将药房台面上的东西都收拾好，出了院子才发现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小厨房里，湘琴给他留了饭，他食用了一些，便直接回了屋子，静静等着深夜的降临。今天就要回将军府，黑夜无声，冷风簌簌。3更天，清月起身，轻手轻脚地出了府邸，直奔将军府。又出去了，跟上去看看他又想干什么。这个女人胆大包天，是真不将她的话放在了眼里。清月用纱布蒙上了自己的脸，转身便朝着将军府后门的院墙走去。深呼一口气，一个箭步飞身而起，直接落在了墙头上，接着小心地跳进了府内，一点声响也没有弄出来。很轻的一声门响，清月推门而入，快步地走向了屋内的梳妆台那里，伸出手将梳妆台朝着外面搬动，露出了里面的一个小木箱子。清月眼睛一亮，她赶紧将箱子拿了出来，借着月光打开，露出了里面2本厚厚的典籍。清月抱起箱子，又小心地将梳妆台归位，最后环视了一眼自己曾经的闺阁，压下心中的酸涩，转身就走。清月出了屋子，一手抱着木箱，一手将门轻轻地带上，转身就要走，却忽的一道剑气破空而来，直逼后背。好大的胆子啊，偷到我将军府来了！清月面色一变，他一个侧头躲过，回身就看到夜色下一身冷冽的二哥青战，暗器冲着青战的方向便扔了一块碎银。青战下意识的一避，这边清月转身就跑，朝着旁边的院子就窜了进去。清月自小就不是他的对手，只看青战此刻都没喊人，就看得出他压根儿没将清月这个刺客放在眼里。利剑自身后逼迫而来，清月不停闪躲，加之手中抱着个箱子，就更是逃得狼狈。小小之辈，眼瞧着青战的攻势越来越凌厉，这样下去20招都过不去，而且被青战缠着，他压根儿就找不到逃跑的机会。耳边听着前院似有脚步声响起，这边的声响引起了巡逻侍卫的注意。清月心里急得不行，一旦侍卫包围，他就是拿出一身的本事也逃不了了，到时候他的身份曝光，那就糟了。青战，你信不信我告诉青将军，你18岁成人礼带着你清月妹妹偷偷去百花楼找头牌了？青战的瞳孔一缩，脚下一个踉跄，手中的剑都颤了一下，仿佛不可置信般的盯着眼前的女贼。他说什么？就趁着青战震惊失色的瞬间，清月飞身而起，直奔墙头而去。快跑，否则今晚就要栽在二哥手上。给小爷镇住！短暂的惊诧，他的斗志被激起来了，势必要抓住那个女贼，看看她到底是何身份。清月跳上墙头，快速落地，拔腿就跑。青战竟是紧追其后，这边的动静终于惊动了所有的人。身后青战追得极紧，这样下去他必然会被包抄。却就在这时，2道黑影忽地从夜色中窜出，杀气凌凌，无声无息直逼向青战。很明显这2个人是来帮他的。转念一想，便知道那是凤玲的暗卫。果然他半夜出府，依然逃不出凤玲手下人的监视。别伤他，我们赶紧走。清月喊了一声，接着转身就走，而同时2个黑衣影卫在逼退青战之后也迅速的撤退。该死！青战当即追出了后巷口，只见那黑乎乎的夜色哪里还有半个人影，